大禹朝破庙内。用力，快，用力，用力，很快就能看到头了。沈飞感觉身体一阵疼痛，肚子里好像有个东西在蠕动，下身更是有一种被撕开的感觉。他妈的，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谁在揍他吗？怎么会这么疼？这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在生孩子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生孩子呢？一定是在做梦。生了，终于生了。沈飞只看了一眼小婴儿，人就昏迷了过去。唉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中年婆子离开之后，回到了破庙的主屋，这里的环境明显要更好一些。哎，马婆子，那臭丫头死没死啊？孙家的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你家的孩子，你就真这么忍心，就连看都不看一眼啊？我呸！那个死丫头已经被我们赶出家门，我们家可没有那么不要脸的姑娘。那个小贱蹄子真是丢了我们孙家的脸，还想我去认她，门都没有。母亲，这粗鲁的话可不要再说了。陈氏看了一眼大儿子，乖乖地闭上了嘴巴。沈飞迷迷糊糊之间，感觉有东西滴在他的脸上，他努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依旧是破旧的房屋。沈飞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就感到身体一阵疼痛，而且好像还有东西从自己的身体里面流出来。我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用手摸了摸，竟然是血。身上的疼痛感提醒着他，这不是在做梦。原来刚刚生孩子的片段不是做梦，而是真实的存在。沈飞翻转身子，就看到了一个青紫的小脸。沈飞吓了一大跳，我操，这是个小怪物吧？想到他好像生孩子来着，这该不会是他的崽吧？长得未免太潦草了些。突然感受到眉间发烫，沈飞用手轻轻地按压过去，就感觉到脑中刺痛，然后在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他的高科技动植物研究实验室。沈飞大喜，难道他的实验室也跟着过来了？这真是意外之喜呀！沈飞在后世网络文学更是发达，他也是看过不少小说的，什么空间呀、系统呀，千奇百怪的。那他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要怎么进去呢？沈飞开始研究。我要进去。芝麻开门。系统都是毫无反应。沈飞有些失望，难道这个东西只能看不能用？沈飞看着怀里的娃一眼，这小脸青的，要是实验室里的药剂能拿出来就好了，他的崽崽就能改善一下体质了。否则按照这个时代的生存环境，他们娘俩没准就要嗝屁了。这时候沈飞面前的地上突然出现了2管药剂。沈飞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想确认这是不是真的。药剂出现之后，实验室的货架上就少了2管改善体质的药剂。沈飞伸手把改善体质的药剂拿起来，毫不犹豫地就喝了一支。这东西是他亲自研究的，他自然知道这东西的作用。正巧他刚刚生产完，身下还有恶露排出，就是这个糟糕的环境，他都担心自己大出血死了。沈飞喝下药剂之后，很快就感受到了身体在加速愈合。看了一眼怀里的崽崽，沈飞没有犹豫，直接打开另一只凑到崽崽的嘴边。崽崽可能也是饿了，他生出来这么久，这个不靠谱的老妈晕了2次也没有想起来给他喂奶。现在有液体滴在嘴边，小嘴本能地开始蠕动。沈飞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崽崽喂了药剂。小可怜儿，你说咱们娘儿俩怎么办好呢？沈飞已经接受了原主的记忆。原主名叫孙梦夏，是个年纪14岁的小姑娘，
因为未婚先育，娘家嫌弃她丢人，被扫地出门了。未婚夫也因为她婚前失贞，立即退了亲。现在看她更像是犹如看仇人一样。沈飞一想到原主的年纪就想骂人，是哪个天杀的不做人，这么小的女孩就能下得去手？这要是在21世纪，可是妥妥的未成年人呀。不过谁让这是古代呢？好多女子也都是13、14岁就成亲了。她们之所以在这里，也是因为这是由北地去往京城的路上。在半个月前，孙家刚接到消息，先皇登基，大赦天下。他们这些流犯也在大赦天下的范围内，而且先皇重新审理了孙家的案子，孙家有可能恢复爵位。孙家原来可是长安侯府的人，要不是老侯爷受人连累得罪了先皇，也不会有被剥夺爵位、全家流放的下场。现在终于可以离开那苦寒的北地了，整个孙家都是喜气洋洋的。沈飞这个让家族蒙羞的孕妇也就跟着一起回来了。不知道孙恒夫妇是因为什么原因，要说陈氏心疼女儿，可是平日里对她也没少打骂。要是不心疼，这次回京竟然也没有把这个大肚子的女儿留在北地，一路上也会偶尔送点干粮和水，但每次给的食物又有一股怪味儿。沈飞想到这里，胃里就是一阵翻涌。今天也是碰巧遇到下雨，他们正好遇到了破庙，谁曾想沈飞竟然生产了。沈飞也不知道原主是不是足月生产的，总之在生产的时候，沈飞莫名其妙的穿了过来，直接喜当娘。仔仔吃过奶之后，加上喝上了药剂，脸色红润了一些，至少没有那么吓人了。小小的一团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此时破庙的主殿内，孙家、林家、王家三家都在主殿休息，三家分别是分了3队。这3家原来也都是有来历的。孙家是侯府的，算是原来身份最高的人家。林家的大老爷也是3品大员，林家是书香门第。王家要弱一些，王老爷只是京中的6品小官。当年流放的时候，在路上死了不少人，可10年过去了，3家也都生了不少孩子。7岁的孙展祥一直很担心沈飞，毕竟他几乎是沈飞带大的。娘，咱们去看看姐姐吧，她生产过后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呢？都说了，那不是你姐姐，你以后啊少管她。娘，那怎么不是姐姐呢？我们是亲姐弟呀。娘，你就帮帮姐姐吧。他们都说姐姐是个不检点的人，没成亲就有了娃娃。可她是知道的，姐姐很喜欢未来姐夫林宇环的，两人原来的感情就很好，又是幼年定了亲，怎么会转头就和别人有了首尾？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。夫君，蒋哥说那丫头不对劲儿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动静儿，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那个死丫头，我管她死活呢。哎，夫君，可不能让她死了呀！如果咱们家能恢复侯爵的爵位，那丫头要是死了，那京中的那个孩子可怎么办呀？那你过去看看她死了没？还有啊，看看那个孽种是男是女。孙恒是恨不得沈飞死了，但不能是现在，要等到进了京中换了户籍才行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沈飞看着突然跑过来的小孩子，在记忆中找到，这位应该是原主的弟弟。翔哥儿，姐姐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怎么这么丑啊？等长开了就好了。哎，是男是女啊？男孩。喏，吃吧，别饿死了。哦，还有啊，明天雨停了，我们就要上路，你别想着我会等你啊。明天你们走吧，我要休息几天。那不行啊，你明天也得和我们一起上路。我现在的身体也不适合赶路，要走你们走吧，我自己留下。陈氏上下扫视一眼沈飞，怎么感觉这贱丫头哪里不一样了呢？
竟然都敢反驳他了。我劝你最好乖乖和我们走，你的户籍和录影可都在我们手里，如果不和我们一起走，你就是黑户，是逃奴，会被抓起来的。沈飞这才想起来现在的狗屁制度，这么说他现在的人身自由还没有了呗，真是太晦气了。陈氏看到沈飞沉着脸不说话的样子，心里就一阵得意，还想和老娘叫板，准保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翔哥，走了。孙展祥偷偷地在沈飞手里塞了2颗糖，然后也跟着陈氏离开了。沈飞有些懊恼，是了，他现在还没有出嫁，那么户籍都在孙家那里，而且这是古代，没成婚的女子也没有能单独立户的，那这就麻烦了，他这完全是受制于人了。沈飞看了一眼怀中的小不点儿，他的户籍要怎么办？这时候没有身份就没办法分田地，更何况是以后参加科考呢？不行，他不能受孙家的钳制，也不能让仔仔跟着受委屈，他要有个身份，或者是给仔仔一个身份，一个可以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的身份。唉，也不知道你爹是谁，否则咱们还可以找过去，去吃大户。那丫头怎么样了？死没死？娘，那丫头还有一口气呀。娘，您放心，就让她活着到京都，以后怎么样随您处置。好，就让她跟到京都。哎，好，多谢母亲。那个老强伙子，你等静静的，要是财产归还，我还敬你是我的母亲，否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。孙恒的姨娘在发配的路上没有熬过去，窦老夫人却是身体硬朗得很，好好的坚持到了北地。孙恒每每想到这里，就恨老天没眼。孙家一共是3房，大房和2房都是嫡出，更是窦老夫人的亲生儿子。孙恒在孙家没有老侯爷的宠爱，自然要在2兄弟的手底下讨生活。所幸在北地，大家都是流犯，不分嫡子和庶子，那都是一视同仁，都要干活。孙家也过了几年的平等生活，但现在又不一样了。这次回京之后，这嫡庶的身份可是很讲究的。孙恒也是又开始在窦老夫人面前讨巧卖乖，陪小心。哎，夫君啊，你说那死丫头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咱们在北地的边境，胡人也常来清洗，没准儿是胡人的孽种。这个死丫头偏偏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倒是让她连累了咱们家的名声。不着急，等回京就好了。夫君，都听你的。天色渐黑，雨下得又大，这时候陆续就有人来破庙避雨。主庙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因为这些外来的人没有地方去，只能跑到偏殿。沈飞抱着孩子坐在角落，新来的几伙人看到沈飞母子俩还有点惊讶，好奇他为什么独自在这间房，而且这里还有浓重的血腥味道。但外面的雨非常大，他们也别无选择，有的人直接找到了角落坐下来躲雨。这时候沈飞就见到一个穿着有些讲究的妇人走了进来，他看到地上的血迹，皱了皱眉头。平安，过来收拾一下。好的，方姑姑。很快平安就把破庙内的血迹打扫干净，方姑姑见此满意了几分。他这才走进主庙，然后沈飞就见到他扶着一位病重的年轻公子走了进来。沈飞抱着孩子，看到那个走路都喘的男人，也很不理解，这都病成什么样了，还出门做什么？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算了。可能是沈飞的视线太过灼热，或许是年轻公子眼睛本身就很锐利，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在墙角的沈飞，发现是个脏污的女子，视线就收了回来。血腥味儿有点重。公子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血迹，可能是有人受过伤吧，只能先委屈您在这里避避雨，您的身子可不能再淋雨了。扶我去那边吧。等他慢慢走近，沈飞感觉有点熟悉，
可是自己应该不认识他呀，难道是原主认识他？要不然怎么解释？唐之灵睁开双眸，就看到了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向他，他的心就是一震。这双眼睛他是不是见过？不，应该不会。沈飞有些羡慕地看着唐之灵的衣服，还有他屁股下的虎皮褥子。这衣服要是能给仔仔就好了，他现在真是穷得叮当响呀。唐之灵刚刚以为这女人是在看他，最后发现不是。他看他衣服的样子，那羡慕的表情完全显露出来。再看到他窘迫的样子，唐之灵给方姑姑使了一个眼色。沈飞并不知道唐之灵的安排，他现在正在查自己的空间实验室。虽然他很想试验一把到底能不能进去，可是破庙里的人很多，他不敢轻易的尝试。他知道可以把东西拿出来，只要心里默念就好，实验室里的东西就会出现在眼前。可是能不能把外面的东西放进去呢？他手中拿了一把草，在心里默念，放进去。突然他手中的草就消失了，再看实验室，发现那草就在里面。沈飞有些激动，他现在非常想试验自己能不能进去，还有他的仔仔能不能进去。可现在不是时候。姑娘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穿吧。还有这个是个小被子，也可以用来包你的孩子。多谢您了，婶子。方姑姑见到沈飞笨手笨脚的，而且小婴儿就连尿布都没包，破布里面就是光溜溜的小身体，心里就有些酸涩。这小婴儿让她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孩子。姑娘，你这不行啊，这孩子的尿布都没包呀。婶子，那你教我怎么做？你等着，我再去拿点东西过来。沈飞和唐之灵尴尬地互相看了一眼，躺在虎皮褥子上的小崽崽瞪着瘦弱的小脚，小鸡鸡正对着唐之灵。唐之灵尴尬地咳嗽一声，用原来那块破布把小崽崽的小鸡鸡给盖上了。沈飞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孩子是方姑姑放过去的，现在他也不好过去移动。算了，还是等方姑姑过来吧。方姑姑进来之后，就见到了两人诡异的气氛。但在看到小崽崽努力蹬腿的动作，她也没有管两个大人。方姑姑的手脚很麻利，飞快地裁剪了几块尿布。姑娘，你看着点儿，这样包。沈飞看得非常仔细，小婴儿的肚子这里啊，一定要包好，还有脐带这里也要注意。多谢婶子了。这几块布你也拿着，留着给孩子换着用。你要勤换着点儿，防止他尿了。小孩子的皮肤很嫩的。沈飞就像小鸡啄米一样，不断地点头。唐之灵见状也是觉得有意思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孩子。府里的两个哥哥成婚多年也没有孩子，不过就算有，他也不会亲近的。他现在就感觉到生命真的神奇，这对母子那么艰难都还活着，他又有什么理由放弃？迷糊之间，沈飞听到了外面的打斗声，还有武器的碰撞声。他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候，一个黑衣人突然从房顶掉了下来。哎，这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冲他来呀？五羊五蛋，快来保护公子！公子，小心！帮我抱着。然后手里拿出了一个玻璃器皿，里面是黄色液体。沈飞直接泼在了黑衣人的面门上。我的脸！我的眼睛！你这是何物？怎么如此厉害？哼，还想欺负姐？你们谁敢过来，就跟他一样的下场。公子，属下来迟，还请公子责罚。无事。然后就直勾勾地看着沈飞。这个女人很不简单，出手也狠辣。这暗器能让人直接烂脸，量再大一点的话，人头怕是也化掉了。啊，
敢问小姐，这是什么暗器，竟如此厉害？就是普通的药水。这时候，武阳抬头看了看公子和这名脏污的妇人，心里有些疑问。但等他看到公子怀里的小娃娃后，更是吃惊的张大嘴巴。公子竟然还抱着个孩子。谢就不用谢了，咱们扯平了。哦，好。公子，人都被制服了。武丹、武阳，这些黑衣人一定要好好的审一审。平安，咱们也快点出发吧，准备回京。好的，公子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沈飞走了10多分钟才来到河边，开始给孩子洗尿垫子。只是上面黄澄澄的粑粑真的不好洗啊。沈飞想起了他平时也会放一点生活用品在实验室的，他看四下无人，就在心中默念：我要进去。可是他依然在河边，没有消失。他看了看身上的小崽崽，然后把它解下来，放在离河边远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心中默念：我要进去。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，直接出现在实验室里。沈飞非常高兴，他东摸摸西看看，兴奋得不得了。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是来找东西的。沈飞急忙奔向生活区，这里会放一点他的生活用品，可是也不多，都是临时用的。好在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洗衣皂、洗脸皂还有洗手液，这些基本的东西是有的。还有2屉手纸和3大包卫生巾，都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。剩下能用的真是毛都没有。沈飞有些懊恼，那这个空间实验室还有什么用啊？除了放点东西就没啥了。而且这个实验室除了自己，好像其他的活物都进不来。好在这里能看到外面的情景。沈飞听到远处有脚步声，急忙拿起了一块肥皂，从空间实验室里出来。沈飞飞快地把孩子抱起来，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，然后弯腰蹲在河边，快速地把孩子的尿介子洗干净。来人是一名中年妇人，她看到沈飞背着孩子就转身离开了。原本她就在下游洗菜，听到了小婴儿的哭声才走过来。沈飞洗完之后就往回走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到哪里去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人。昨天晚上我还半死不活的不能起来呢，这今天怎么就可以走了？哼，就知道这丫头是装的。沈飞看着陈氏，仔细打量着她的容貌，想找到她和原主一点相似的地方。死的丫头，看什么看？他走到陈氏身边，不着痕迹地从她头上拔了一根头发下来。娘，你是不是在关心我呀？哎，你这死丫头，你靠我这么近干什么？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，吃过早饭，咱们就启程。沈飞看着手中的头发，默念道：放进去。沈飞背着孩子主动来到了主庙，他循着记忆开始寻找，最开始就对上一张老脸。谁允许你过来了？离我们孙家远一点。木夏，你这都已经被赶出家门了，就不要回来了。堂妹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不相干的人就不要来我们家找没脸了。沈飞算是看出来了，原主这一家人都是嫌弃原主的，不仅仅是他名声的事情，应该还有其他原因。阿姐，给你馒头吃。谢谢你，香根儿。姐姐，你蹲下来，我看看我的小外甥有没有长大一点。好，姐姐蹲下来，你看看你的小外甥。唉，阿姐，没有变好看，还是那么丑。他还小，过段日子就好看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希望小外甥和我长得像一点。不是都说外甥像舅吗？香哥，过来吃饭，不要大理不相干的人。阿姐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快回去吧。沈飞看到众人都在吃饭，也没有人搭理他们母子俩，于是一个人往树林里面走。沈飞走得远一点，然后把小崽崽放下来，然后用衣服包起来挂在树上。他飞快地进到实验室，然后拿起陈氏的头发，
又从自己的脑袋上拔了一根头发，开始做实验，验 DNA。他的速度很快，加上在实验室里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，所以也算安心。终于在半个小时后出现了结果。沈飞不得不感叹他的直觉，他真不是陈氏亲生的孩子，俩人没有血缘关系。沈飞的脸蛋就是小巧的鹅蛋脸，陈氏的脸型也是这样。孙恒、孙展鹏、孙展祥都是方脸，就连能有一点相似的陈氏都和他没关系，那其他人也就不用验了。这也就解释得通了，他不是孙家的孩子。沈飞从实验室里出来，然后又把孩子绑到身上，慢慢走回破庙。此时三家人都已经吃好了，而且就连行李也都放在了骡车上。孙家这些人就只有2辆骡车，一辆安置行李，一辆是老人和孩子坐的。沈飞无视其他人异样的眼光，直接坐到了骡车上。你这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谁让你坐在骡车上的？孟雪，你很快就会是侯府正宗的嫡女，说话要注意一些，不要和不相干的人说话。老大家的，等到了京城，孟雪的规矩要学起来了。沈飞抱着孩子直接往里面挪了挪，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。陈氏，你还不来管管？哎，孙梦夏，你还敢坐车？你真是胆子肥了！你快下来啊！那车还是你能坐的。娘，你确定我是孙梦夏？你这死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孙梦夏，还能是谁？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我不是这家的孩子呢，要不然孙家怎么会对我这么狠心？还不是你自己不检点、不要脸，否则家里怎么会舍弃你？对，你二妹说的对。好，真是这样吗？那你们说，如果皇帝知道你们孙家当年换了流放的孩子，这欺君大罪，皇帝还会不会赦免孙家？陈氏的心就是咯噔一下。住口！你在瞎说什么？哎呀，梦夏，你就是气性太大了，什么胡乱的猜测你都敢说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，可不行说了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你要想坐就坐在这里吧。沈飞也不过多的纠缠，心安理得的坐车。窦老夫人虽然没有继续阻止，但心里也在想着除掉沈飞的方法。嘿，还真别说，这白馒头越嚼越甜，特别是饿了的时候。哎，大豪姐，你家吃什么？好吃吗？沈飞看了这个小屁孩一眼，没有搭理他。这小子难道还想抢自己的馒头？大堂姐，等到京都，我们就有大房子住的，到时候就会把你赶出去的。不过你要是等我一半，我就不赶你走。沈飞没有搭理他，三下五除二把剩下的都塞到了嘴里。你这死小子，就一个破馒头，有什么好馋的？早上给你吃，你都不肯吃呢。大堂姐的馒头不一样，和家里也不一样。孙梦雪瞪了一眼沈飞，开始哄弟弟。窦老夫人一直在假寐，听到争吵掀了一下眼皮。孙展琪立即闭嘴，不敢再哭闹。这时候沈飞怀里的小崽崽醒了，开始哇哇的大哭起来。沈飞没有带孩子的经验，就开始左摇右晃，想要哄好他。可是小崽崽的哭声越来越大，吵得窦老夫人脑仁疼。你就不能打开看看这小子是不是拉屎了？沈飞一拍脑门，确实是啊。他急忙把小崽崽的包被打开，然后又解开小崽崽的尿介子，顿时就有臭味散出来，尿介子上更是黄澄澄一片。小崽崽拉了好多粑粑在上面，都是稀的，还淌溜。顿时车上的孩子们都往旁边挪了一下。沈飞也有点嫌弃，他笨手笨脚的开始给小崽崽换尿布，一手还拿着那个尿介子。谁知道正赶上地面有个坑，骡车一颠簸，车上的人都弹了起来。
沈飞手里的尿戒子没拿稳，一下子就飞了出去。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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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祖母，你的脸上都是屎。是呀，都淌下来了。窦老夫人实在是忍不住，气晕了过去。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喊叫？等看到骡车上的母亲，也是又急又气。大侄女儿，这是你做的？大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地上坑洼，骡车颠簸，这都是意外。孙梦夏，你到底会不会擦？大伯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还需要你打点水来，我才能擦得干净。沈飞真不是故意的，虽然他不太喜欢这个老太太，但他真的没想让她呼一脸屎。因为沈飞这个小插曲，骡车不得不停下来。沈飞背着孩子，亲自给老夫人洗头、洗脸，洗了3次之后，众人才觉得洗干净了。老夫人这时候也醒了过来，看到沈飞还在她眼前晃悠，立即暴喝出声：“滚！滚呐！你给我滚！”祖母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滚！快从我眼前消失！沈飞见状也知道不能在一个骡车上坐着了，于是寻摸了一下，就向前面拉行李的骡车走去。大伯，我就坐这儿吧。祖母生气了，那车我是坐不了了。就没见过比你还厚脸皮的人。骡车再次上路，虽然路上的小插曲耽搁了一会儿，但影响也不大。此时窦老夫人恶狠狠地看着前面的骡车，眼中淬了毒一样。这个假孙女是不能留了，一定要在进京前除掉她，而且还要做得无声无息才行。想到了她也是才生产完，如果突然大出血也不是不可以，这样王家和林家也察觉不出异样。窦老夫人想到这里，露出了笑容。这件事还得避着一点老三一家，毕竟他们还等着回京恢复身份之后认回亲女儿呢。他们当然希望这个小贱人活着。这个孙梦夏原来就不是侯府的孩子，而是他奶娘家的孩子。但是抄家流放的时候，陈氏和奶娘把孩子给换了。原主那时候才4岁，不记得事。孙恒原本就不是窦老夫人的亲儿子，就更不会关注他的姑娘有没有调包的事情了。等窦老夫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已经晚了，他们已经在流放北地的路上了。于是孙家众人只能跟着隐瞒。因此孙家这些大人都知道孙梦夏不是孙家的孩子，只有这些晚出生的小孩子才不知道。老二，你去前头把你大哥换过来。好的，母亲。娘，你就真打算放过那个死丫头？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祖母，孙梦夏怎么能单独住一间房？咱们这么多人却要挤在一起，我不干。窦老夫人一个眼刀子过去，就让孙梦雪闭嘴。好了，就按照我的吩咐来做。王家和林家的人虽然觉得很奇怪，但什么也没说，这毕竟是孙家自己的事情。沈飞抱着孩子坐在客栈的床上，心里也在怀疑，这老太太不像是那么好的人呀，态度怎么变了这么多？不过沈飞没有时间多想了，小崽崽饿了，开始哇哇的大哭起来。沈飞还真是个粗心的母亲，她觉得自己一天吃3顿饭就行了，也就一天喂奶3次。小崽崽原本是不喜欢哭的，可是口粮等了好久都没有，只能嚎几嗓子提醒沈飞要喂奶了。沈飞没办法了，直接给小崽崽喂奶。小崽崽吃的真是狼吞虎咽的，沈飞觉得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，还真是贴切。就是小崽崽还没有名字，总不能崽崽崽崽的叫，有点太随便了。沈飞想了想，对着小婴儿说道：你是我的小宝贝，希望你以后能有福气，就叫你
福宝，好不好呀？福宝，福宝，你喜欢娘给你起的名字吗？小福宝毫无反应，还是大口大口的喝奶，好似害怕有上顿没下顿一样。福宝吃完奶之后又睡着了，沈飞把他放在床上。是谁？客官，我是来给您送餐的。隔壁房间的老夫人说你们要单独在房里用。小二哥，我想要一盆干净的水。哦，稍等，这就送过来。沈飞觉得是那老太太觉得自己让他没脸了，就不想看到他了，于是也不自讨没趣，自己和福宝一起还更自在呢。沈飞坐在桌前开始吃饭，他的身体已经经过药剂改善，因此也不害怕这里面放了毒药，很快就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。小二又咚咚咚地开始敲门，进来之后还特意看了一眼桌上吃光的饭菜。客官，您要的水来了。哦，好，放下吧。小二把桌上的餐盒收走，然后关上房门离开了。沈飞看到了小二的动作，他慢慢地感受身体，发现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是自己多心了？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沈飞快速地用水给福宝擦了擦，然后又把尿垫子洗了之后，就转身进了空间实验室。沈飞白天睡得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困。他直接来到了卫生间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还真是脏污一片。他在卫生间洗了一个热水澡，身上的衣服实在也是太脏了，他直接在卫生间就洗了，然后直接披了一件做实验的无菌服给自己遮挡。沈飞现在非常好奇，这个实验室怎么一起跟着过来的？他们实验基地是个动物研究基地，几个师兄研究的课题也不一样。他的主攻方向是人类，研制的药剂也是针对人类的。方诺师兄就是动物方向，特别是针对家禽一类的，例如猪饲料，能让猪吃了长得膘肥体壮的药物。他记得实验基地的饲料就不少。还有惠恩师姐是研究植物的，一些农作物的药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，治疗病虫害什么的，除草的，增产的，什么方面的农药都有。沈飞看着实验室的门走了过去。沈飞吃惊地看着外面，发现实验基地跟着过来了，他高兴地蹦了几下，这一下不用愁了。沈飞自己研究的东西在这个古代不是很实用，但师兄师姐的却很合适。他急忙跑到1楼看看库房，他记得1楼的库房堆了好多肥料。他打开库房门，发现还真不少，一边是家禽吃的饲料，还有治疗动物的药物。他从前听师兄念叨过，这动物也是极容易温病的，这药物都少不了。另一边就是各种种子、化肥，琳琅满目的，沈飞也不是很懂，不过这些东西应该也能有用。沈飞高兴地出了空间，又换上了新洗的那身衣服，因为他在1楼的洗衣房里用了烘干机把衣服烘干了。沈飞现在真是美滋滋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小福宝不能跟着一起进去。第2日，沈飞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。窦老夫人早起后看到完好无损的沈飞，眯了眯眼睛，然后像是没有看到他一样转身离开。阿姐，你变得好香啊！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翔哥，过来，不要搭理不相干的人。孙展祥看了看沈飞，又看向母亲，然后跑了。老大，怎么回事？昨天小二不是说那丫头把饭菜都吃了吗？这丫头怎么还是活蹦乱跳的？娘，是不是咱们的药量小了？那红花的反应慢一些。今天的饭菜药量再加上一些，不能让她好好的进京。开门，三少爷回府了。快去告诉夫人，三少爷回来了。哎呀，夫人，这三公子回来了。
那个病秧子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夫人，这孙少爷是刚进院子的，老奴去打听看看。不用你亲自去，派一个机灵的丫头去就成。是。病了那么久的身子，怎么就没直接死在外面呢？公子啊，您都饿了吧？我这就去大厨房给您取一些吃的回来。好，有劳方姑姑了。公子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唐之灵步伐稳健地走进浴盆，缓缓地坐了下去。此时的他没有白日在外那么虚弱，闭起眼睛，蓦地就想起了前几日遇到的妇人和那个小婴儿，想起那双熟悉的眼睛，努力回想从前是在哪里见过他呢？他轻轻地按了按太阳穴，一丝疼痛袭来。哎呀，不知道头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好，也不知道丢失的那半年记忆什么时候能想起来。公子，国公爷过来了。姐，那丫头有点邪门，吃了那么多毒药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呀。算了，那丫头先别管了，咱们还是先进京才好，不能节外生枝。孙膑点头，他现在都不敢对上这个侄女了。吃了下了毒的饭菜，自己毫无反应不说，就是那吃奶的小崽子都屁事没有，还活着呢。母亲，我觉得那丫头应该是吃毒药吃多了，人有些傻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母亲，您观察看看就知道了，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毕竟咱们下的毒有好几种呢。王主播，还请问一下，我们孙家是否可以换户籍了？还有圣上是否对我们孙家有其他的安排？原来是窦老夫人，我这就给您换户籍。还有圣上这次开恩，返还了孙家在长清巷的宅子。孙膑听到这样，大失所望。长清巷的宅子就是个3进的小宅子。孙恒夫妇也是很失望。这么说，不仅财产不能返还，爵位也没有了。原来赏赐的诺大侯府已经收了上去，就是陆氏等人都非常失望。孙家原来的爵位可是世袭罔替的爵位。窦老夫人，这是长清巷的房契，还有换好的户籍。孙家人太过震惊，谁都没有去接房契和户籍。王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是外嫁女，现在户籍还在一处，能不能分开呀？在北地的户籍怎么没有分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孙家众人都在失望侯府的爵位没了，没有时间大力审妃，就是孙恒夫妇也没有阻止。孙府没了爵位，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，毕竟换人也是有风险的。孩子的父亲一家都被胡人给杀了，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出生，我那时又是流犯，所以户籍很不好变动。王主簿看着沈妃小小年纪，还抱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婴儿，也起了恻隐之心。那给你单立户籍，你家没有男丁呀，只有一个女人是没办法立户的。沈妃立即扒开小福宝的尿戒子，把小鸡鸡露了出来。大人，你看，我儿子是男的。好吧，这还真是个小男人。不过想到两人又没有田产和房屋，这户籍要落在哪里呢？大人，是哪里不妥吗？你们没有田产和房屋，要怎么落户？大人，我是不是可以分田地呀？你看，我们家只有我们2人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。好，多谢大人。母亲，孟夏那丫头是不是？那丫头的事情不用管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拿回户籍，再打听打听京城的形势，还有爵位的事情，看看还有没有活动的空间。
是啊，就算把侄女给弄死了，他也不是侯爷，不是世子，有什么用呢？王叔，真是多谢你了，你就是我们母子的大恩人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的亲叔，我一定会孝顺你的。真没看出来，姑娘甚是会讲话。行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侄儿了。王主簿说这话的时候，还看了一眼孙膑众人，别以为他没看出来，这位曾经的长安侯世子可是很看不起他的。窦老夫人，这是你们的新户籍和房契，你们要是不要，我就收回去了。孙膑走了过来，接过户籍和房契。多谢王大人。好了，本官事务繁忙，就先回去了。阿姐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家吗？香哥儿，我现在是外嫁女，咱们以后就是两家人，我就不和你们在一起生活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阿姐，就你和小外甥一起怎么生活呀？还是和我们回家吧，要是离开了，我就见不到阿姐了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香哥儿，不用担心我。还有，咱们呐都在长安城，等我安顿好了，就接你来家里玩。好，阿姐，那你可说话算话啊。一定。母亲，那丫头要怎么办啊？先不管她，她身上没钱，又带个孩子，活不了多久。长安耳目众多，不必为了她脏了自己的手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查咱们家爵位的事情，看看是否有其他人阻拦的手笔，还有也要去你舅舅家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没有接咱们。好，母亲，都听你的。沈飞没有第一时间出城去看自己的田地，王主簿把沈飞的户籍落到了距离长安城最近的一个村落，在长安城西面的长乐村。沈飞现在身无分文，只能先找找有没有赚钱的门道。他最能拿出手的就是自己研制的药剂，目前只有这个能拿出来换钱。可是街上都是人，也不能抓过来一个人就问人有没有病。还有他的药剂可是很珍贵的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得起的，还是要找有钱人的买家。沈飞背着小福宝，直接来到京都最有名的医馆前。沈飞背着孩子，直接坐在路边的地上歇脚，顺便盯着从医馆出来的人。他正在寻找他的目标客户。德胜医馆的伙计早就发现门口有个穿着破烂的女孩了，这人已经坐在外面有半个时辰了，一直盯着他们德胜医馆瞧。安南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你都盯了好久了。大少爷，您看那女人不知怎么回事，一直盯着咱们医馆看呢。你去后厨要几个饼子，给那个姑娘送过去。哦，是，大少爷。你有什么事儿？这个饼子你拿着，不要在我们医馆这里停留了。谢谢你了，我不是乞丐，我留在这里是有事要做。哦，姑娘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说你是乞丐，这饼子是我们少东家给你的，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了垫垫肚子。那给我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小哥，你们这么大的医馆，怎么没有大人物来看病呀？姑娘，您是外地来的吧？我们德胜医馆虽然有名，但长安城稍微有点家底的人，有人病了都是把大夫请到家里的。那你说的那些大人物更是如此了。那我不是白等了吗？哦，姑娘是在等什么人吗？说出来，我或许能帮助到你呢。我有一种药，专治那种病入膏肓的人，就算马上要死的人，喝了之后都能多活2年。姑娘，这大话可说不得呀，我们德胜医馆的人都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呢。看来今天是没指望了，还是先填饱肚子要紧。自己吃着饼子，又想到了小福宝，好久没喂奶了。小哥，我的孩子也好久没吃奶了，我能不能借用你们的一间屋子用用？
给孩子吃口奶。哦，你随我来吧。到底是谁呀？竟然这么造孽！这姑娘有13岁吗？少爷，那妇人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，竟然说她有一种药，就算病入膏肓的人也能救回来。少爷，你说这好不好笑啊？宋燕想到了祖父的身体，早年祖父作为宫里的太医，那医术更是了得。只是由于早年伤了身体，现在已经药石无医，或许可以试一试。多谢公子的帮助。沈姑娘，你说你有一种药可以治疗病入膏肓的人，是真的吗？确实有，但是不便宜，一支2-3千两银子。你竟敢狮子大开口！那请问你们的百年人参卖多少钱？50年的人参500两银子，100年的人参要2000两银子呢。那要是500年的人参呢？500年的人参呢，至少要3万两银子。沈飞顿时觉得自己药少了，还真是不知道这时候的物价呀。我的药可比500年的人参还要珍贵，我就只报了3000两银子，已经很亏了。宋燕听到沈飞敢报这么高的价，心里却安心不少。这是真有本事的人才敢报的价。沈姑娘，这个药我要了，你现在就卖给我吧。沈飞立即点头，然后装作在小包袱里面掏了掏。沈姑娘，这就是你说的药剂？沈飞点了点头。宋燕这时候确实有点为难了。先不说这药剂不便宜，就是这怪模怪样的，还是蓝色的，这能给祖父喝吗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走，等病人喝了管用之后再给我钱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那好，咱们这就走。少爷呀，就是心眼少，什么鬼话都相信。沈飞抱着孩子跟在宋燕身边，两人一起走进宋家之后，就引起了几房的重视，特别是宋燕的母亲柳氏。这小子是不是惹了风流债回来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这也不知道人是哪家的丫头，好不好相处？夫人，要不然咱们先去见见那女人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。此时宋燕也正带着沈飞往柳氏的春晖堂赶去。沈飞毕竟是女眷，她一个外男照顾沈飞确实是不合适，而且说服祖父服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那么这段时间就要留沈飞在府里住几天了。沈姑娘，等到了我母亲的院子，你就安心的住下，她会安排好你的住处。少东家放心，我没有意见，都听你的。母亲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我带来个人给你看看。这越担心啥来啥，这个死小子，这给他找了那么多好人家的姑娘他不选，如今就找了这么个这么个。柳氏的视线掠过沈飞，直接对上了小福宝圆溜溜的大眼睛上。柳氏看到这双眼睛，再看看儿子的那双大眼睛，还真像。完了完了，你们跟我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白芷啊，你在外面守着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夫人。母亲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不必如此。小福宝原本在四处打量，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顿时就哇哇的大哭起来。哎呦，小乖乖，别哭了啊！祖母不是故意的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哦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宋燕是我崽的爸爸？娘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人都带回来了，孩子都有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给你选的你不要，你自己看中的你倒是先带回来给我看看呀，这怎么能等孩子都有了才回来呢？来，我来看看我的乖孙孙。沈飞也没有拦着，他现在也怀疑呢，该不会这人就是原主找的野男人吧？不过原主怎么一点载在父亲的记忆都没有呢？真是的。娘，你误会了，
我和沈姑娘今日才第一次见面，这孩子也不是我的。沈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今天才第一次见。你说是就是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沈姑娘该不会是想赖上我吧？母亲，你听我说，我真是第一次见他们母子俩，他们和我也没有关系。白芷，白芷，你请刘嬷嬷过来。是夫人。少东家，你去过北地吗？辽东郡那边。去过，去年的10月去的。我是去那边收药材，那边的人参药效非常好。怎么了？这不是巧了吗？算算时间好像也对得上，要不要验一下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真是失策了，失策了。这姑娘好像真是要赖上我了。他发现在这里已经解释不清了。母亲，总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你不要多想。你要是实在喜欢他，就认个干孙子吧。说完就一溜烟儿的跑走了。柳氏这时候完全没有搭理跑走的儿子，而是抱着小福宝不撒手。夫人，刘嬷嬷到了。刘嬷嬷，你过来查查看我的乖孙孙。白芷啊，你快去打一盆热水过来。白芷听到吩咐后，立即又跑了出去。刘嬷嬷给小福宝做了检查。夫人，孩子很健康，就是这照顾上不是那么妥帖。你看看这孩子的红屁股，就是长时间捂住的后果啊。哎呀，沈姑娘，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柳氏几眼看过去，也终于看清了沈飞的样貌。刚刚注意力一直在小婴儿身上，这一打量就发现沈飞瘦弱得很。现在看到沈飞和他的小女儿一般大小的样子，在心里暗骂儿子不做人。沈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4了，过年就15了。柳氏点头，那就是长得显小了，这个年纪生孩子也是有的。沈飞一边回答柳氏的盘查，一边看着刘嬷嬷给小福宝洗澡，看他熟练的动作，也急忙学着点。老嬷嬷，为什么要拖着脖子这里啊？小婴儿的头这儿啊，要特别的注意，他现在太小，脖子这里没力气，也支撑不起来，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沈飞听得非常仔细。白芷，你带沈姑娘下去梳洗一番。还有啊，这人就先安排到青松院，这几天啊，你就先听沈姑娘的吩咐。是夫人。芝林，我真的被人缠上了，直接喜当爹。怎么回事？仔细说说。就是因为这瓶蓝色的药剂，我今日认识一对母子，那女人说她有药可以治百病。给我看看。这样的瓶子在那日的破庙里他见过。你再说说那俩人的体貌特征。你认识那女人？宋燕非常好奇，不过他也没有隐瞒，于是就把怎么认识沈飞，怎么把人带到家里，又怎么被误会的事情交代了一遍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大人和孩子都在我家，就是这药剂要3000两银子，我不知道是否要给我祖父喝。你是怀疑这药的药效，还是其他？原本我还是有些相信的，那母子的身体我已经把过脉了，按理说才生产完不会这样健康，所以那药剂的作用我信了大半，只要说服家里人就好。如今那女人似乎要缠上我，我就有些迟疑了。那这个药剂让给我算了，那这是3000两银票，给你。你真的相信那女人的话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好像认识那对母子呀？唐之灵没有隐瞒，把自己在破庙遇到沈飞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觉得他说的大概率是真的，我在破庙里看到了空的药剂瓶子，应该是他们母子俩亲自尝试过的。那也好，那母子俩也很可怜，我先把钱给他们。唐之灵点头，没有犹豫地打开，然后直接就喝了下去。你怎么不找人试一试？难道还能比过去的情况更糟糕吗？
宋燕想到了唐之灵毒发的情况，就闭了嘴。怎么样？喝下去有什么感觉？唐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这药有问题？别担心，那药好像管用。宋燕一把抓过唐之灵的手腕，开始给他把脉，然后仔细感受。哎，好像是真的。唐兄，你身上的毒真的解了。宋燕，你回家再去问问，那药还有没有？我还想再要2支。好，我这就回去问问。娘，沈姑娘你安排到哪个院子了？怎么，现在怎么又关心上了？你不是不承认吗？母亲，那位沈姑娘是新寡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娘，我能当着人家的面说她是寡妇吗？哎呀，那你带回来干什么？你这平白无故的带一个年轻女子和孩子，这谁不会误会啊？哎呀，这现在想必整个宋府都在猜测呢。柳氏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人在青松院呢，我不管你带回来干什么，明天一早就把人送走。”好，娘，我明天就让他们母子离开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！啊，是宋燕，她是不是给我送钱来了？少东家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咱们进来谈。沈姑娘，这是3000两银子，你收好。你说服你祖父服药了？怎么样，有效果吧？沈姑娘，很抱歉，那瓶药我卖给我的朋友了。他从前身中剧毒，没想到你的药竟然也能治，真是太好了。还能解毒啊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但是这药剂能够改善身体机能，修复身体，是可以长寿的。一般身体遭受巨大创伤才是最有用的。沈姑娘，这药剂你还有吗？我想买4支，我朋友要2支，我家要2支。沈飞被宋燕眼中的狂热吓到。是了，在没有能力自保的时候，怀璧其罪是最危险的。他不能暴露太多。少东家，我这药很珍贵，也是偶然之间才获得的，一共就5支，现在就剩下2支了。宋燕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听到还有2支，心里微松，只能让堂兄失望了。好，我全要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取钱去。好，多谢。沈姑娘，让你久等了，你数数看，这是6000两的银票。正好，没问题。然后从袖子里拿出了2支蓝色的药剂。少东家，这药很珍贵，一定要用在刀刃上。我明白。少东家，既然你朋友已经试过药了，想必你也知道药效。我想明早就离开了，不知可否？当然可以。有个蚊子。哎，好疼！沈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抱歉，是我看错了。我的手也是粗糙，刮到你的头发了。这女人是当她傻吗？那么一大把头发，肯定是故意的。说走的是你自己，我只不过是应承的太干脆了。非常抱歉，少东家。宋燕摆摆手，急忙离沈飞远一点。沈姑娘，那明早我过来送你们母子。好，希望可以早一点，我也赶着离开。沈飞回到房中，就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这小子睡得很沉，然后就闪身进了空间。他快速地给宋燕和小福宝做着实验，半个小时后，结果出来了，2人果然没一点关系。第二天，天刚刚泛起鱼肚白，沈飞就听到了敲门声。少东家，好早呀！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没有，时间刚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抱孩子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少东家，咱们走吧。别总叫少东家了，叫我宋大哥吧。那我叫您宋公子吧。看来这女人好像要跟我划清界限，没有想要赖上我，是我自己多虑了。沈姑娘，
我派车夫赶马车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离开。啊，还有，孙公子，我的药剂一经售出，是不能退的。好，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沈姑娘放心。小娘子，你是来卖身的吗？打算卖多少银子啊？哼，谁要卖身啊？我是来租房子的。你的租房预算是多少钱？长安的房价可不便宜，你有钱吗？沈飞觉得这个牙行不行，这对人的态度也太差了。算了，我不租了。呸！一个小乞丐婆子还想租房子，真是想得美。沈飞上下扫视一眼自己的穿着，确实是太旧了，被人看低了。于是他背着孩子转身就去了布庄。老板，我想要几套成衣。布庄老板是个和善的中年妇人，他上下扫视一眼沈飞的身形，就给他推荐了几身合适的衣服。老板，我能在你的铺子换下新衣吗？当然可以。于是沈飞抱着孩子就去了里间。片刻后，沈飞一身清爽地出来了。老板，这些都算下去。还有，我想要2床被子，还有一些小婴儿的衣服、小被子等物品。好，都有。我们这的东西啊，非常全。最后，沈飞是提着2大包裹出来的。沈飞在布庄一共花了38两银子，这也让他感受到这钱不经花。长安城的物价还是很高的。沈飞在没人的地方把被子都放进了空间里，然后又重新找了一家牙行。大叔，咱们长安城的房子怎么卖的？小姑娘，你想在什么区域买房？想要买几进的房子啊？这3进的大房子大概在5000到8000两左右，这还是西城普通的地价。要是在东城区，3进的房子就要上万两了。大叔，我就要2进的宅院就可以，也在西城区就行，要距离西边的延平门近一些。还真有，嘉惠坊和代贤坊都有空宅，咱们可以过去看看。好，那咱们就过去吧。于是沈飞坐着马车跟着牙人去看房了。一圈下来，沈飞还是更满意嘉惠坊的宅子。大叔，我就要嘉惠坊的这个小院子了。小丫头，好眼光！嘉惠坊就在长安县县衙对面，住在这里可是安全的很呐。那个宅子真的不能再便宜点吗？小丫头，那房子真不贵呀，一个2进的宅院才要2500两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大叔，那也不能一点都不往下降呀，要不然你送我个大头吧。哦，什么大头？大叔，你们牙行是不是也有下人？送我2个下人呗。牙人在心里琢磨，这一单生意确实是有赚头，一个下人的卖身钱确实不贵，好些小丫鬟收上来也才3、5两银子。好，那就送你2个下人，你和我一起去挑人吧。好，大叔，那咱们现在就走，争取今天把手续都办好了。这位姑娘想买人回去伺候，你们要好好的表现。沈飞背着孩子在这些下人中寻找。你叫什么？姑娘，这是二妮，你看她这身板，能干重活的。沈飞看着非常热情的张牙人，有些奇怪，这姑娘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二妮哪里都好，就是有点能吃。能吃？一顿能吃多少？我每顿只需5碗饭即可。二妮说的还是有些保留，如果可以敞开了吃，她其实一顿可以吃10碗饭。姑娘，你买了我吧，我力气很大，什么都能干。好，那就要你了。沈飞继续转悠，就看到了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妇人。你会做饭吗？我会。会带孩子吗？我会。就要这2人吧。姑娘，求求您了，我还有个儿子，您能一起买了他吗？
沈飞转过头就看到了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就是那个腿有些瘸的人。大叔，你看啊，我选的人都是你不好出手的人，那个男孩也送给我吧。那不行，送你俩人，我原本就有些亏了。那我再添500文，怎么样？太少了，不行，那就再加500文，给你1两银子。您要是愿意，咱们就成交；那要是不愿意，我就再去别的牙行问问。行，成交。稍等，我这就去取卖身契。好了，你们3个一会儿和我一起走吧。是，小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姐，奴婢夫家姓谢，我儿子叫谢宇，我叫李彩和。那我以后叫你李姑姑吧。好的，都听小姐的。张牙人的动作很快，卖身契很快就拿了过来。姑娘，咱们现在去办手续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了，现在你们就是我的人了，咱们先回家吧。李姑姑，谢宇的脚没看大夫吗？唉，没有看，牙人不肯花这个钱。李姑姑，这钱你拿着，一会儿你就带着谢宇找个医馆看一看，他那么小，不能瘸了。宇哥儿，咱们找了一个好主顾呢。姑姑，咱们先在他家住下吧。好，咱们先回去认认门，然后再出来。走吧，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我也是才搬进来的，什么都没准备。这里面的前院房间你们随便挑，后院是我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是，小姐。这钱你拿着，你去买3床被褥回来。现在的房间空得很，你们看着布置吧。小姐，家里也需要买一些米面粮油，这些都是日常需要的。这钱你拿着，看着准备就好。姑娘，我不是要钱。李姑姑，我也是才生产完5天，现在有些劳累，这些事情就需要你们多操劳了。小姐，那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好。小姐，你要是不起来，我就进去了。二妮，你进来吧。小姐，李姑姑的晚饭做好了，可以摆饭了吗？好，你把饭菜送进来吧，我就在屋里吃。是，小姐。沈飞看着二妮儿灵活的背影，感慨道：真是一个灵活的胖子。他这也是混上了有人服侍的生活了。就这样，沈飞舒坦地过了好几天，他也算是变相坐月子，把没养好的精气神儿给补回来。就是小福宝有了李姑姑的照顾，现在都已经长胖了不少，人也白净很多了。谢宇这段时间看到沈飞好像长在床上一样，就有些担心。娘，那个姑娘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李姑姑明白谢宇的担心，她也同样不想被转卖。这个家里小姐好像没有产业，然后还有他们3个仆人，二妮儿还吃得特别多。这么多天下来，李姑姑和谢宇2人都担心这个家的收入，还有能不能养活他们几个人。就这2瓶东西，你就花了6000两银子。爹，这药真是好药，绝对值得这个价钱。我是特意买给祖父喝的。你这小子不仅败家，竟敢把主意打到你祖父的身上了。看来不教训你是不行了。来人呐，把戒尺给我拿来。大哥，给你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妈，老子就想做做样子而已，全都是糟心的。哎，大哥呀，你就是对大郎太宽容了，才会让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无法无天的。三叔，我这真是给祖父准备的，这神药只有这2瓶了，才都被我留下了。如果咱们家不要，有很多人抢着要呢。哎呀，大郎，你就不要再骗我们了，你需要钱可以直说呀，这么偷摸的用了宫中的钱，可就不地道了啊。
现在又编出这么烂的借口。三弟，这话不能乱说啊！我们大郎也是为了他祖父好，这就是神药。再说了，区6000两银子，我们大房还不放在眼里。喏，这是6000两的银票，这药啊，我们大房买了。大嫂，现在不仅说大郎卖假药的事情，还有他利用职务之便随意动用宫中的钱，这股歪风啊，可不能长。三叔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这药真是神药，很是难得。吃了这药还能解毒，而且以后也不怕其他剧毒。那日我也是手中钱财不够，才用了宫中的钱，事急从权，而且这药也是给祖父吃的，从宫中出钱也是无可厚非。你拿个这么古怪的东西想糊弄谁呢？啊，三弟，这药好不好用我就试试，宋家都知道我伤了身体，我就给你们看看。好了，大哥，既然大嫂说这神药是你们大房买了，那这药就归你们了。正好大嫂也喝了一支了，大嫂带来的钱我们就拿走了。你怎么样？怎么这么冲动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啊？没有哪里不是，我感觉我轻松的很，好的不得了。真没事儿。我来看看，你让开。宋太医仔细把脉，认真听。哎，好像真没事儿啊。大郎，你说这药真能百毒不侵？娘，要不然你试试我的毒药。放心放心，我还有解药的，确保万无一失的那种。就给我来个你最把握的毒。娘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淑云啊，这瓶药给我吧，给我研究研究。哎，这药现在是我的了，是我的嫁妆银子买的，和你们宋家没关系。宋太医听到了，心里就咯噔一下，自己的岳父身体也不好啊，媳妇这是不是要拿到他娘家去呀？淑云，你又不是大夫，要这个药也没用，还不如给父亲喝了呢。你快不要再说了，刚刚宋老二和宋老三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还有，他们会允许你给老爷子喝吗？娘，你试一试这种毒药。柳氏接过一个小药丸，放在嘴里吃了下去。燕儿啊，你这毒药发作起来有什么症状啊？娘，这是解药，你赶紧吃了。这药吃了就是腹痛，会疼大概3个时辰。你这小子没个轻重，怎么不找个没什么病痛的毒药啊？娘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没事儿，我一点事儿没有。嘿，这药还真有用。哎，白芷，快去备马车，咱们回柳家一趟。爹，我娘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上去的那瓶药被你母亲拿走了，应该是要给你外公吃了。这他还真不好说什么，都是他的长辈亲人，而且祖父这边还真不好劝说，这就是命啊。小姐，咱们在长安城可有什么生意吗？没有。小姐，那咱们家以后靠什么生存呀？长安城的消费又高。小雨，不必担心，我在长安城外的长乐村还有田地。三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，双眼亮晶晶。小姐，咱们秋天有粮食吗？沈飞尴尬地摇了摇头。口分田20亩，永一叶田20亩，我还没有去村里看过，还不知道分的是哪里。三人一齐愣住，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必在意那些小事，咱们今天就去长乐村看看地。好吧，一起看看，得早点和村长确定下来。好，咱们先过去看看。我看得先租一辆马车。二妮，你出去租一辆。好的，小姐，我这就去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你找谁？夫人您好，我是来找长乐村的村长的，这是村长家吧？哦，我家就是村长家，你没找错。进来吧。当家的，家里来人了。夫人，这是给您带来的糕点。哎，
这不能要，不能要。夫人，我一看你就很亲切，就感觉是我的亲戚一样。这糕点啊，您就收下吧，甜点嘴儿。沈飞这番话让赵氏很高兴，于是也就顺势接了过去。请问你们是谁呀？我是长乐村的王村长，不知你们来的目的是？王村长，我是沈飞，这是我的户籍，我现在也是咱们长乐村的村民了。是沈姑娘呀，我这边接到了消息，就是看你一直没来，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呢。王村长，我那个时候身体不适，在城里休养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身体大好了，就来了。那你来的时间正好，再有半个月就要收粮税了，如果你人不在，可就难办了。王村长，我的田地在哪里？我想过去看看，等交秋税的时候，我会交银两的。好，我这就带你们过去看看。王村长，那我的宅基地在哪里啊？这村子中间的好地点呐，都被选了，只能是往村外看了。咱们这就走吧，你看着选选。好，多谢王村长了。沈姑娘啊，你的地就是这一块了。王村长，这一大片地都是吗？啊，都是。这是你的口分田，那永业田要更远一点。哦，这地也没有王主部说的那样差呀，看看这片地多平整呀。小姐，这地不肥呀。哎，二妮，这已经很好了。王村长，剩下的地在哪里呢？众人又走了1刻钟才到。这一片地呢，就是你的永业田了。王村长，那这个小山包也包含在里面吗？这永业田呢，一般是种植桑树、枣树的，因此大部分都包含矮小的山丘。从这边到那一片都是你的永业田。王村长，这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区别是什么呀？口分田是种植谷物的田地，这等人死了或是迁到外村了，是要收回去的。那口分田是不可以买卖的。这永业田呢，一般都是用来种桑啊、鱼啊、枣树的。这永业田呐，要是有余可以出卖，不足呢可以买入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多谢王村长了。不知道我的宅基地是在哪里？还有，那这宅基地也算是我的，还是像口分田那样是村里所有的？那宅基地呢，就是村里的，建好房屋之后，也只能买卖给村里的人。沈飞点头，那就是说不是自己的地方，不用花钱好好建造了。沈飞他们往回走，到了他的口分田那里，又停了下来。王村长，我的宅基地可以划在这里吗？姑娘啊，这里距离村子太远了，单独在这里建房太不安全了。我建议啊，你还是在村尾选一块地方吧。那好，那就选村尾那一块吧。王村长点了点头，他的动作也非常快，很快就找来自己的儿子开始量面积。沈飞也不懂，还是二妮儿体力好，跟着王村长等人去看边界。这地还真多呀！大禹朝规定，这土地不能浪费，如果你不耕种，不仅要交税，还要罚钱的。小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谢雨点头，轻轻地了一声。可是我不会种地呀，我也不想吃苦。小雨，你说我把地租出去，收租子怎么样？你的地都是荒地，没人会租，而且还要交税，不划算。沈飞看着眼前的男孩，他好像听说那种家里有大官的人考上科举就可以免税的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小雨，我看你挺聪明的，你去考科举怎么样？
谢宇的心就是一紧，难道这女人看出什么来了？小姐，小雨是下人，怎么能参加科举呢？哎，那有什么呀？我把你们的卖身契还给你们呗，这样你们就是良民了。不过我是想要家里能出个秀才，或者是举人的，能给家里田地免税，那样小雨就要和我姓沈了。就叫沈玉吧，玉器的玉，我觉得玉比鱼好听。沈玉，名字不错。以我弟弟的身份参加科举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当你的弟弟沈玉。那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咱们回去了，我就把你的卖身契给你了。好，那以后我就叫沈玉了。沈玉的小脸上有了坚定，他紧紧地攥住自己的小手，他一定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小姐，我回来了，地我们都丈量好了。王村长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嘿，客气个啥？以后都是一个村子的人了。王村长，我想在村里建个宅子，咱们能不能给介绍一个相熟的人呀？沈姑娘，我舅舅就是建造房子的好手，就是不知道你想怎么建造啊？那太好了，那就有劳大哥帮我问问，我就想建一个你家那样的宅子就行。那行，我帮你去问问，就是不知道沈姑娘下次什么时候过来。我明天还会过来的。王村长见俩人就这么把事情商量好了，也很满意。这个大儿子还不错，以后或许能接了自己的衣钵，继续当村长。安妮，我想把你的卖身契还给你。小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保证，我以后都少吃点。安妮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呀是想要沈玉考科举，以后给咱们家的田地免税，所以我要把他的卖身契还给他。你们三个既然是一起的，我就想着把你们的也还给你们。小姐，我就不用了，我的卖身契你就帮我保管吧。小姐，就让沈玉恢复自由身吧，我也不需要的，现在这样的情况挺好的。那好，那就单办沈玉的事情。好了，咱们先回家吧，我肚子都饿了。是啊，我也饿了，肚子叫了好久了。那好，我回去就给你们做饭。第二天一早，沈飞吃过早饭之后，就提了2盒糕点，带着沈玉去了长安的县衙，来找王主簿来了。王叔叔，我来看您了。这是我特意起早给您买的糕点，您尝尝。哦，你是有时间了？叔，你都不知道，我那次进城的时候也才生产4天。唉，我本也是命苦，生产的时候还是在破庙里，本想着在您给我分了田地之后马上就去长乐村的，可是这身体受不住生病了，也是养了1个月才能起身。这不，我昨天就去了村里，村长大叔人非常好，已经把田地分好了。这不，我今天就是来感谢您的。哦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不满意我给你划的田地呢。叔，那哪能啊？我满意的不得了。叔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去了长乐村，看到你给我分那么平坦的地，还那么一大片，我满意的不得了。这丫头是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在说反话吧？那片地距离村子还近，随时都能照应着，真是太便利了。我都已经想好要种什么了，到时候有了收获就给叔送过来。王主簿看着沈飞真挚的小脸，终于确认了这孩子是在真诚的感谢他，他也终于高兴起来。听着沈飞继续吹着彩虹屁，心情真舒爽。这个大侄女儿还是有点用的，每次见了都让人很高兴。叔，你看我也就1个人，所以我就买了1个弟弟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让他把户籍落在我家的名下。什么？买了1个弟弟？是，
买了个弟弟。其实沈玉原来是我买来当下人的，可是我看这孩子脑袋挺好使的，我想着就让他当我的弟弟吧。以后要是能考个秀才回来，我家的田地就不用交税了。沈飞一脸天真地说道。王主簿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丫头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，为了不交税还能想出这个办法，也是个奇才呀。说怎么样？是我的办法不好吗？还是大禹城不允许我买弟弟？还是允许你买弟弟，就是这孩子如果落在你户籍上，是不会分田地的，你要明白啊。沈飞点头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想让他和我是一个户籍，以后考上秀才了也是一家人，就甩不掉我了。王主簿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抬头看看天，觉得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今天就被他碰到一个，这小丫头还真不拿他当外人，啥打算都和他说了。卖身契带来了吗？和我一起进去吧。好。贤侄啊，你这买来的弟弟腿还不好使，你这眼光可不咋好啊。身有残疾的人是没办法参加科考的。唉，叔，你说的我也懂，我这也就是手头紧，四肢健全的贵呀。我这个才花了1两银子，而且我问过大夫了，这小子的腿没大碍，养养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沈玉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，把两人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。他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尽快把腿养好了。剩下的事情办得就很顺利了，就用了1刻钟的时间全都办好了。沈飞又是对着王主簿一阵吹捧，让他笑眯了眼，更是亲自把两人送出门外。沈飞和沈玉两人一起离开。王大人，您为什么对那个小姑娘那么好呀？图我开心。阿姐，你好像很推崇那个小主播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县官不如县管。我现在嘴巴甜一点儿，王主簿就会对咱们宽容一点，咱们也好办事。哦，还有啊，长乐村的王村长应该和王主簿是亲戚，咱们处好了，在村里也有个照应。你知道咱们新分的田地吧？还不是靠我的巧嘴得来的，要不然我一个女人带个小婴儿，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成了户主，分了田产呢？阿姐，我知道了。柳氏早起之后就觉得头昏沉沉的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到了用早膳的时候，喝了口鱼汤，更是开始呕吐。夫人，您怎么样了？这个久远的感觉让柳氏有些怀疑。去，把大少爷请过来。夫人，您是不是有了？刘嬷嬷，你说这可能吗？夫人，还是等大少爷过来给你把把脉吧。娘，你怎么了？燕儿，你过来帮娘把把脉。宋燕把手搭在柳氏的手腕上，然后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。娘，你好像怀孕了。什么好像啊？你倒是给个准信儿啊！这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好像啊？都说了让你好好学医，你就学了这么个半吊子。娘，你这是月份太浅了，我说不准。等晚上父亲回来了再给你把把脉吧。不学无术，退下吧。娘，我有80%的把握。娘，你说是不是你喝了神药身体才好的？燕儿，你有沈姑娘的消息吗？娘，我已经派人找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唉，也是我那天做的不对，早早就把人赶了出去。哎呀，我是让你把人送走，也没让你天没亮就赶人呐。娘，这还不是怨你？要不是你认为那孩子是我的，我会害怕招惹麻烦上身，就把人早早送走吗？哎，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就知道气人。
沈姑娘，你想怎么建房啊？是全包还是半包啊？赵大叔，这怎么说的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全包呢，就是我给你买材料，我来出工人，你只需要付钱就好了。半包呢，那就是你自己找人买材料，我来指导干活。半包的价钱会低一些。赵大叔，我也不懂，我就想要村长叔家这样的房子就行，那就全包给你了，你看着出价吧。好，你这丫头倒也爽快。要是建造这样的5间瓦房，要80两银子。好，赵大叔，那就包给您了。这钱我要怎么付呢？那你只需要先给定钱40两就好了。沈飞和赵大奎商量好之后，赵大奎就离开了。他已经承诺了，只需10日就可以把新房子建好。沈飞又把今年需要交的赋税给了王村长，才坐着马车离开。马车缓缓地离开长乐村，沈飞抱着孩子上车的画面正被俩人看个正着。哎，夫君，你看，那个坐马车的人是不是孟夏那丫头啊？是她，就是这死丫头，怎么来这村子了？她是来找谁的？还有，她怎么有钱坐马车的？夫君啊，你说这丫头是不是傍上什么有钱的人家了？不着急，咱们仔细打听。只要她还在长安城，咱们总能找得到她。到时候也可以问问她哪里来的钱。还有啊，那丫头又不知道咱们不是她的亲爹娘，她要是有钱了，咱们可以找她要点银子花。夫君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就这么做。好了，咱们先去沈家。今天是女儿休息的日子，咱们正好可以看看她。芸娘，在家吗？芸娘。芸娘从屋子中走出来，看到了从前的主子，还有些恍惚。娘，谁来了？哎呀，女儿，我的女儿呀，孟夏，孟夏。你是谁啊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婆子！林香，不得无礼。夫人，咱们先进屋去吧，进去再说。好，进去说，进去说。夫人，三爷，请喝茶。芸娘，林香的身世你和她说过吗？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有什么身世？林香啊，不应该叫你孟夏，你是我们的亲女儿啊，你不是沈家的孩子啊。沈凌香大喜，看向芸娘。娘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唉，是真的。你不是沈家的孩子，你是三夫人和三爷的孩子，他们曾经是长安侯府的人。我是侯府的孩子，我是大家小姐呀。你真的是我的亲娘吗？是啊，孟夏，我是你亲娘呀。娘！凌香，当年长安侯府被全族流放，侯府的主子更是流放到了北地。夫人不想你受苦，就把我的孩子和你换了。现在夫人既然已经找过来了，咱们两家就把孩子换回来吧。什么？抄家？流放？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孩子，你放心，侯府已经平反了，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凌香脸色稍缓，平反好，平反好呀。他又满含深情地看着陈氏。孙恒把这个女儿的样子看个彻底。凌香，你就跟着三夫人回去吧。如今你虽然是国公府的丫鬟，但是也可以赎身，恢复自由身。娘，那我就和他们离开了。这么多年，多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情了。凌香想到了自己以后就是侯府的小姐了，就很兴奋。她的身份变了，是不是就可以配得上国公府的少爷了？多谢你了，芸娘。三夫人，那我的孩子呢？
唉，那孩子在北地的时候遭遇了胡人的迫害，不在了。当年我们给你留了钱财，也算是买下了那孩子的命。北地艰险异常，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活着回来的。芸娘的脸上并没有痛苦之色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芸娘，很抱歉，我没有照顾好那孩子。那就是那孩子的命不好，怨不得人。林香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跟着孙恒夫妻离开了。大家过来，咱们开个家庭会议。小姐是要干什么呀？什么是家庭会议？沈飞没有解释，而是看着沈玉。沈玉，你会挑人吗？略懂一些。我觉得咱们家的下人太少了，我想要更多的人伺候我。小姐难道是觉得我偷懒了？不行，以后得勤奋点儿。难道姑娘嫌弃我做的饭菜不好吃，还想再找人？不行，我得再学点新花样。家里有多少钱，就让你这么造？阿姐，我觉得咱们家的人口够多了，完全够了。沈飞直接拿出了500两银票递给沈玉。这钱你拿着，然后也听听我的安排。阿姐，你想要怎么做？找什么人？首先，我觉得家里得找个管事，出去办事得有个人吧。其次，还要有一个护卫或者护院，保护咱们的安全。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小厮，以后送你上学的。家里也需要再买一辆新马车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些确实需要配置起来。我还需要几个种地的好手，让他们给咱家的田地干活。这些人，我希望你可以尽快挑出来。好，李姑姑和我一起去衙行挑人吧。还有你上学的事情，也在长安城打听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你学习的进度，等下人买好了，也打听看看你可以去哪里上学。小姐放心，我和少爷一起去挑人，准保能选到合适的。那就好。沈飞悠闲地吃着糖葫芦，靠在椅子上，不断地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行人。他有一种去了现代咖啡馆的感觉。这感觉还不赖，以后可以经常过来放松放松。小福宝看到了，双眼滴溜溜地看着，时不时的啊几声，好像在说我也想吃。唐之玲走在街道上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在2楼的沈飞。唐之玲眯起眼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沈飞的脸清楚地记在他的心里，明明只有一面。不过想到了宋燕提供的药剂，应该就是这姑娘提供的。他已经得到了宋燕的最新消息，他娘因为吃了那管药剂，不仅身体也好了，居然又怀孕了。唐之玲的脚步一转，直接进了茶馆，也上了2楼。唐之玲现在的身体已经好了，毒也解了，但是她不想暴露出来，这样就可以麻痹国公府里的人。少爷，您不是很少听说书吗？怎么来这里啦？走累了，过来歇歇脚。你去五味斋，给我买一些我常吃的糕点过来。少爷，你自己在这里行吗？无碍，还有五阳在呢，你快去吧。好的，少爷，我这就去。唐之玲把平安支走以后，才站起身往沈飞那桌走去。沈姑娘，你不是那个变焦公子吗？这么巧？还真巧啊！沈姑娘今日还能出来喝茶，比那日的情况可好多了。不瞒您说，我那日是最狼狈的一天，正巧被您碰上了。哟呵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的三哥吗？怎么身体好了，都可以来听说书啦？三哥，这该不会是你的孩子吧？哦，不对，你身体有病，大夫说你很难有自己的子孙。这和你没有关系。三哥，你该不会看上有夫之妇了吧？直接找个有孩子的女人，直接当爹吧。这也不错，
白捡一个大儿子，嘿嘿嘿。唐之灵装作气得很了，又开始咳嗽起来。唐之锦，不要胡说，否则我就告诉父亲。大家就是认识认识，一起拼桌喝个茶罢了。你要是愿意，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喝。沈姑娘，打扰了，在下先行告退。您随意。唐之灵自己确实是有一个计划，只是现在不是商量的时候。是啊，听说不嗑瓜子儿，总少点啥？你丈夫就允许你这么带着孩子出来听说书，出来喝茶？哈，你一小屁孩管的还真多呀。唐之锦很不服气，咱俩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。不过他想知道更多沈飞的消息。这孩子是你的孩子？我的仔仔，可爱吧？那你丈夫呢？死了。那你现在不就是寡妇？唐之锦很兴奋，他终于抓到病秧子老三的把柄了。呵呵，以后这家伙就得听他的，否则他就把他和寡妇牵扯不清的事情告诉嫡母。唐之锦猛然站起身，脖子上挂的玉佩一下子就掉了出来。这个玉佩怎么和自己脖子上挂的这么像？小兄弟，你脖子上的玉佩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唐府的孩子都有这个玉佩。男孩女孩都有吗？唐家的孩子都有。沈飞眼中划过亮光，难道自己是唐家的孩子？不知道你们家是哪家？这位正是唐国公府的四公子，而我正是太府卿家的大公子。你们国公府有几房人呀？都有多少孩子呀？那个玉佩我看着不错，是哪一房都有吗？你想什么呢？那么好的玉佩，当然是只有国公府的孩子有了。那些旁支的哪有这个福气？我们国公府只有我父亲一人，也就是我父亲的孩子都有。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没见过世面，多问问。行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武阳看到沈飞离开，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赵伯，刚刚那女人是不是在套我的话？好像是。那女人太狡猾了。哼，等下次见到她，我一定好好问问她。还有，我觉得三哥怪怪的。那女人为什么总问你玉佩的事情啊？很不寻常啊。对，我就觉得哪儿不对。那女人就是打着我玉佩的主意。这女人一定是在算计什么。嘿嘿，我三哥没准被那女人缠上了。小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们回来没见到你，都急坏了。阿姐，你不应该独自抱着福宝出去。我就去了家附近转悠一会儿，又去了茶铺听说书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小姐，以后你出去了可以带着我安全。沈月，这些人都是你买来的？阿姐，他们几个是一家人，原来也在大户人家干活。他是刘三全，原来是外院的管事，他媳妇刘婶也是在内院伺候的，针线和厨艺都擅长。这个小男孩是他们儿子，是小双，这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小喜。这三位是马家的父子，马大叔是种地的好手，这位是李家父子，李大叔原来在镖局干过，现在退下来了。这是他儿子李铁牛，也会一些拳脚功夫啊。好，你们以后就听少爷的安排就是了。还有这住的地方，家里的前院房间你们自己安排吧。二妮和李姑姑，你们和我住在后院吧。阿姐，我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觉得等咱们在村里的宅子建好了，马大叔一家可以过去住，顺便照看田地。你安排得很好。马家三父子也是听得咂舌，他们已经知道村里在建造新房子了。这么说，他们以后还能住上新的砖瓦房，真是想都不敢想啊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你们都是刚来的，
也要自己习惯习惯。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，就找大少爷和李姑姑两人。武阳这边听了好久的墙角，才悄悄地离开了沈家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公子，在您走后，沈姑娘、四少爷和赵小公子也聊了很久。哦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武阳面无表情地把沈飞和唐之锦聊天内容学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四少爷好像对沈姑娘很好奇。你说，他们反复提起唐家的玉佩？是的，沈姑娘看到四少爷的玉佩之后，就向四少爷套了不少话。他对玉佩感兴趣。唐之灵想到了自己丢失的玉佩，心里有了怀疑。他由于喝了药剂，身体差不多已经大好了，就是遗忘的那段记忆也会有些片段在浮现。他脑海里会浮现一个瘦弱的身影，那身形和沈姑娘倒是有些相似。唐之灵心里有些疑虑，还需要证实。武阳，你们当初是在哪里找到我的？公子，在北地的柳城郡。北地，柳城，有些巧了呀。哦，沈姑娘现在住在哪里？沈姑娘在嘉惠坊买了一个2进的小院子，今日又添置了一些下人。沈姑娘很会照顾自己。属下还打听到，沈姑娘买了一个弟弟，落在了她的户籍上，说是让她参加科考，想给家里的田地免税。还真有意思啊。沈飞的身世你有查吗？属下今日还没来得及。那好，明日你把他的事情都查清楚了禀报给我，包括他过去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有了孩子，最好是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此时和孙恒夫妻一起回家的沈凌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。他以为孙家回京已经恢复了爵位，可是他的希望破灭了。看着这么小的小院子，沈凌香真是太失望了。娘啊，咱们侯府的爵位没有恢复吗？哎呀，梦夏，那爵位哪有那么容易恢复的？咱们现在能一家团聚已经很不错了。娘，我现在叫凌香，不要喊我梦夏了。陈氏看到女儿在知道自家的境况之后就拉下来的脸子，也乖乖闭嘴。陈氏现在有些后悔，如果当初没换2个孩子，让亲生的女儿一直在自己身边，情况会不会好一点？娘，娘，你有没有听我说的话？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娘，我想问一下大伯父和二伯父家的情况，还有就是我现在回来了，是不是也要去给祖母请安呀？沈凌香不相信偌大的侯府就没有一点隐藏的手段，或许老侯爷在哪里还藏了钱财说不定。凌香，我们虽然把你认回来了，但你的身份还不能曝光。凌香，你听娘说，这当初啊是害怕你跟着去北地吃苦，这才换了孩子。可是那孩子的身份现在是外嫁女，是寡妇。什么？寡妇？我可不要，我不换。不是让你们换回身份，你就是想换也换不了了。啊？那是为什么？他在北地生活多年，和我们一起返京的王家和林家都是知道的。你们要是把身份换了，难保当年侯府换人的事儿不被发现，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呀！要是被人知道了，咱们一家人的脑袋都可能不保。那就别换回来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乖女儿，委屈你了。娘，这也是没办法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也是为了我好，我理解。好好好，这以后啊就要委屈你了，就说你是我外甥女，行吗？行，就这么决定吧。那以后我就叫您姨母吧，这样别人也不会怀疑。好，那就这么叫姨母好。好。
陈氏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有些心酸。姨母姨父，我明日还要去唐府上工，现在想休息了。香儿啊，你这赎身的银子要多少钱？你还是不要当丫鬟了。沈凌香还有自己的打算，断然拒绝道：姨母，现在就算我想赎身，也要上面主子开恩才行，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。对，得找机会啊。哎呀，那就要委屈我儿了。那姨母，我晚上住在哪个房间？香儿，你跟我来，我给你准备好了。孙恒看着母女俩的背影，心里沉了沉。他又不是陈氏，听不出亲生女儿的推脱。凌香这丫头完全是不想回来吃苦。孙恒想到这里，心情就更不好了。哎，你这小子怎么走路呢？不看着点儿！小男孩看到二妮儿这个大块头，抬起头还能看到二妮儿的双下巴，吓得哇一声哭了出来。阿姐，你来接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姐，这位是我们的朱父子。夫子，沈玉的家人救人。沈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竟然又打架，看来今日的教训不够严厉呀。朱父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事情和沈玉没有关系。这孩子明知道沈玉腿脚不方便，还故意来撞他。我们家还没有找他说理呢，他倒是先哭起来了。这事可不是谁哭谁有理。把你们的父母叫过来说话，我不和你说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沈玉的姐姐，他有什么事情我都能替他决定。夫子有什么事和我说吧。沈玉这孩子要严加管教，他确实有些顽劣。夫子，我的弟弟我清楚，他是什么样的孩子我知道，不是你说顽劣就顽劣的。沈姑娘，这你怕是搞错了，令弟白日可是在学堂打架了。沈飞听说沈玉打架了，急忙检查沈玉的情况，谁知道沈玉受伤的腿竟然冒血了。沈玉，你的腿都流血了，为什么不说？沈飞又快速检查他身上，发现胳膊上也有些擦伤，2只小手掌全都红了，一看就是被戒尺打的。朱父子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弟弟在你这里上学，你就有权利保护他的安危。还有，我要是没看错，他手上的伤是您打的吧？朱夫子见到沈玉腿上的伤也是一惊，他不知道沈玉的伤会这么严重。夫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再说了，也是沈玉先动的手。这小子说的对吗？李福生骂我是瘸子，还总是故意撞我，害我跌倒。夫子，这就是那小子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处罚我弟弟？还有，你看我弟的腿了吗？他的腿原来可是断过，大夫说了，千万不能有闪失，否则将来可能会瘸了的。这要是不能参加科考，谁负责？我相信朱夫子应该知道这事的严重性。沈姑娘，我也不知道沈玉的腿会再次受伤啊。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带沈玉去医馆吧。我们这就带着我弟去医馆。不过李家的孩子有责任，我弟看腿的钱，李家必须要出。好，我和李家的人说。凭什么我家出？我也挨打了呢。福生，怎么回事？你挨打了？爹，你终于来了！夫子和沈玉的家人一起欺负我。见过朱夫子，不知小儿今日在学堂发生了什么事？李管事，今日李福生和沈玉2人打架了。沈玉的腿原来就没有好，现在又受伤了。如果恢复不好，恐怕影响将来的科举。沈家想要送沈玉就医，希望你们李家能出医药费。福生，是这么回事吗？爹，是沈玉先动手的。朱夫子，看来这件事情和小儿无关呐，也不是小儿的责任。李管事是吧？
这就是你们家的不对了。本来就是你儿子先开口骂人的，还故意撞伤受伤的同学，非常顽劣。如今我弟的腿再次受伤，只要你们出一些医药费，都是看在同窗的面子上了。现在你们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答应，未免太过分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可是我儿子说是你弟弟先动的手啊。是你儿子嘴贱，张口就骂人，还欺负受伤的同学。我本来以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，如今看来还真不尽如此，真是家学渊源呀。沈飞心里有了其他的想法，也不在这里磨叽了。铁牛，抱着少爷，咱们先离开。还真是穷疯了，跑到这里来讹钱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你很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朱夫子，沈姑娘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我也不清楚。李管事，事情解决了，我就不多留你了。爹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哦，我每次放狠话就是这样的口气，只不过我的话会更有气势。李昭头痛，哎呀，这糟心的孩子。这里疼不疼啊？不疼。那这里呢？疼吗？哎，疼，这里疼。大夫，我弟的腿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小姑娘，上次这少年的腿就是重新断腿接的，已经告诉他要好好养着，不要用力，要格外的小心照顾。大夫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有没有影响？这现在这接口有点移位了，让孩子再忍着点儿，我再给正一正。以后啊，千万要小心了。还有，我也不能保证现在孩子的恢复情况。大夫，我的腿真的要瘸了吗？放心，没事儿，咱们先正骨啊。那个大块头，来帮我一个忙，按着点小公子。好的，大夫。沈玉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保证你的腿万无一失，一定能恢复正常。沈玉并没有被沈飞安慰到，可能是沈玉看到过沈飞那摆烂的生活，还有不着调的性子。大夫，我这次一定会听你的，在腿好之前不乱动了。希望您一定要保住我的腿。一会儿会很疼，你要忍着点儿。1刻钟之后，老大夫终于是把沈玉的腿包好。这次可千万不能乱动了，回去好好养着吧。铁牛，把少爷抱到马车上。小姐，少爷现在还没回来，刘三哥去接人，说人早就接走了。这孩子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姑姑，我没事儿，我和阿姐在一起呢。少爷，你的腿难道又受伤了？沈飞见到李姑姑这样，轻轻地皱了皱眉头。李姑姑担心沈玉这一点，她是知道的。可是李姑姑更多时候是以沈玉的安危为主，这也是沈飞不会把仔仔留在家里让他照顾的原因。如果真需要选择的时候，李姑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仔仔，选择沈玉的。铁牛，把少爷抱回他的房间吧，好好照顾着。大小姐好，不知道找小姐们过来是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们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觉得家里怎么样？大小姐，您待人宽和，在家里自然是好的。是，很好。那就好，有什么不便的事情都可以报到我这里。少爷的腿受伤了，很多事情可以不用请示他了。还有，少爷以后也要以学业为重，你们有事直接找我就好。是，大小姐。刘叔，你说一下长乐村的情况吧，还有马家三父子在那边是什么情况？是，大小姐。长乐村的房子已经完工了，剩下的钱属下已经给了赵师傅，房子现在还在晾晒，等房屋的墙面干了就可以入住。除了原定的5间房子，工人们又在后院建了一排屋子，供家里的下人使用。内处的房屋小的直接是建的泥土房，
因此结算的时候多付了20两银子。主院大小姐的房间已经布置妥当，床和柜子都已经打了新的。沈飞很满意，虽然他不一定会过去住，但是自己的房屋还是要有的。好，非常好，表叔，你做的不错。还有家中的田地，按照大少爷的吩咐，已经在村中雇佣了一些村人，把土地都翻了一遍。如今正是要种植冬小麦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要种冬小麦啊？不用，我有想种的东西。种什么东西，我会过去指导。大小姐，这田地是不是要重视一些？如果种的不好，恐怕会没有收成，一年就白忙活了。好，小的明日带大小姐过去看看。那就拿出10亩地给我做实验，其他的地块种植冬小麦吧。沈飞从前见过惠恩师姐做实验，他还被拉过去帮忙育苗。他觉得自己依葫芦画瓢也能种出来。趁着入冬之前，沈飞觉得可以种植一些青菜，毕竟到了冬季，青菜就变成了抢手货。李大叔，我这边有个事情需要您做。小姐，请吩咐。是这样的，沈玉在那个学堂有个同窗叫李福生的，他爹好像是个小管事，你帮我去查查他家的底细。是。李大叔，查一下那家的底细，还有查查他们背后有没有大人物做靠山，先不要轻举妄动。是，小的明白。姑姑，你今日太疏忽阿姐了。少爷，我刚刚过去，小福宝已经收拾好了，而且大小姐已经安排了小喜一直照顾小福宝。唉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少爷，大小姐是个宽容的人，她不会介意的。好，李姑姑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少爷，你的腿这次一定要好好养着，不能再出意外了。还有那个学堂就不要去了。这事儿我自有安排。陈玉，在里面吗？在。阿姐，我在屋里，你进来吧。腿还疼吗？阿姐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那就好，以后要多注意。还有，在外面受到欺负了，也可以回来说一声。咱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也是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。阿姐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谢谢你。阿姐，今日李姑姑就是太担心我了，才会有所疏忽，还请阿姐能够原谅李姑姑。大小姐，是奴婢的不对，今日怠慢了大小姐。李姑姑，我没有怪你，你担心沈玉的安全，可以理解。沈玉的腿受伤了，也需要有人寸步不离的照顾。以后沈玉这边就由你负责吧，你把身上要做的事情和刘婶子说一下。李姑姑的心就是咯噔一下，她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大小姐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照顾大少爷，也可以照顾后院。李姑姑，就这样决定了。李姑姑，这样也好，我的腿这次要养好几个月，身边没人实在是不行。李姑姑见到沈玉都这么说了，把嘴里的话又咽了回去。沈玉，这一碗是修复的药，你喝了吧，对你的腿伤有好处。李姑姑看到这么奇怪的药，心中就是一惊。这大小姐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给少爷下毒？还是不信任他们二人，想要用药物控制他们主仆？大小姐，这药我喝，我替少爷喝。李姑姑说完这话，让沈飞和沈玉都是一呆。李姑姑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她以为这是在威胁他们的毒药？沈玉在听到李姑姑这么说的时候，就知道糟了。阿姐，给我吧，我喝。沈飞要不是已经把药剂从瓶子里倒出来了，还真不想给人了。这药剂他随便卖一支都是几千两银子。沈玉，这药你敢喝吗？我先阿姐。少爷。李姑姑，我自有决断。
李姑姑不敢再劝，只能无奈地低下头。这药就是看着奇怪，喝了之后你的腿会好得更快。沈玉没有犹豫，接过药碗一口就喝了下去。阿姐，这药怎么没味儿？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你好好养着吧，不用1个月，你的腿就会好的差不多。还有，喝了这药之后，你以后就可以百毒不侵了。阿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信，你可以买1瓶毒药试一试。沈飞说完这话后就直接离开了。少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李姑姑，我的腿不疼了，应该是药剂发挥了作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李姑姑，你去把那个钱匣子拿出来，给阿姐送过去。李姑姑有些懊恼，她不仅做错了，也说错了，还质疑了大小姐的用心。是，少爷，我这就送过去。还有账本也一起送过去。刘叔，你先去看看那些人是怎么回事。这么多村人过来，沈飞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刘三全急忙挤了进去。怎么回事？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刘先生，你家门口来了一个疯婆子。疯婆子？人在哪里？被马兄弟给带进去了。刘三全急忙走进后院，他知道马六是不敢把人带进主人的房间的。于是在后院，刘三全终于看到了被村民说的疯婆子。刘三哥，你来了。我和大小姐一起过来的。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早上起来就发现他躺在咱们家门外，好多村民都看到了。我原本没想管的，可村民七嘴八舌的，让我也没了办法，只能把人带进来了。没事儿，大小姐过来了，我过去禀报一下。你也跟我过来吧，一起见见大小姐。好。小喜，你看着小福宝。是，大小姐。马六，你跟我说说，家里的田地是怎么种的？已经耕种了多少？大小姐，咱们分的口分田都已经种了冬小麦。王村长说了，口分田必须要种粮食。山脚的永业田还没种吧？那边还没有。咱们家人口少，现在村人也都要忙着自己家的田地，找不到那么多做工的人。沈飞看着马六，30多岁的汉子。沈飞记得他2个孩子也都18、19了。马六，你现在是单身一人吗？马六愣了一下，才明白沈飞是什么意思。小姐，我媳妇儿已经去世5年了。那你的2小子有婚约吗？没有，这俩孩子都没定过亲。那你们3父子就全都娶媳妇儿吧。沈飞心里也有自己的算盘，这人就得早点培养，既然没人可以让这些下人结婚生子。他记得这些古人是很能生孩子的，到时候一个人生7、8个，那不出几年家里就有一批人了。到时候崽崽也长大了，身边也有可以信任的人。马六听到沈飞的话就是一愣，什么一起成亲？连个人都没有，怎么成亲？刘三全也呆住了，还可以这样？大小姐还真是脑回路清奇呀。大小姐，咱们这样的身份，不好找婆娘。刘叔，你有时间的时候带着这3父子去衙行，让他们直接去挑媳妇儿。多谢大小姐。刘三叔，咱们在山脚下盖一个猪圈，我想养一些猪。小姐，一般养猪都是开春才开始干，这冬季里的野菜都黄了，没有菜味，而且这个时候开始养，到了过年也不是年猪。沈飞又不能说他有很多猪饲料在空间里，这些都是方诺师兄研究的，放着也是放着。这个就按照我说的做。华大叔，3脚下的口分田，我要种植一茬蔬菜，你们只要负责把田地耕出来，像是种豆子那样的齐垄就行。刘三叔，你先去找人，在山脚下那边盖猪圈，
顺便再起一排房子，以后那边要有人住才行。等猪圈盖好了，去附近买猪苗，大概要100头吧。大小姐，100头真的是太多了，咱们才第一次养，还是少一点吧。还有啊，咱们家现在的人也不少，今年还没有粮食，都要买着吃啊。那好，那咱们就先买20头养着，等以后有经验了再多养一些。好，20头好，这些也不少了。行，那刘三叔，你争取早点带马大叔他们去选媳妇儿，他们选人的时候也要说清楚，要对方心甘情愿的才好。是，大小姐，我们明白。明日就去办，到时候把我的婆娘也带着，她去了更好说话。好，那就这样办吧，你们去忙吧。沈飞现在没事，终于有时间来后院了。他在几个房间里找了找，终于看到了村民说的疯婆子。这时候这人已经醒了，看到沈飞之后有些瑟缩。你别怕，我是这家的主人，你是谁？是你救了我？不是，是你昏倒在我家门口，家里的仆人把你带回来的。疯女人看着沈飞一动不动的，没有道谢。既然你醒了，就赶快离开吧。你能收留我吗？不能，我家里没有钱，不养闲人。哼，是个没有同情心的小丫头啊，还真是冷血。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冷血，竟然见死不救。我一个老人家这么可怜。老人家？抱歉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的手露馅了。小丫头，你还挺聪明的。沈飞可不觉得只要是头发白了就是老人家，要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少白头呢。依他看，这女人顶多也就40多岁。沈飞猜到她身上应该也没有钱，于是又拿出了10两银子抛了过去。多谢了。不用客气，家里没有人做饭，就不留你了。这钱你拿着，去城里吃点好的吧。小丫头，记住了，我叫英姑。说完，直接利索的翻身下床，眨眼之间就在沈飞眼前消失了。哇，这难道就是轻功吗？原来这里的人会功夫是真的。不行，他得多赚钱，找更厉害的人保护自己。沈飞觉得在这个朝代，弱小又无助的自己简直就像是在裸奔，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。也不对，自己有危险可以跑到空间实验室里去，可是他儿子不行啊，他也要为了他儿子准备结实的铠甲，保他一世安全。沈飞不再和过去一样每日没有目标，他现在就要给自己囤积财富，这个时候可不是后世的那个和平年代。沈飞心事重重地进了空间实验室，现在想那么远都没有用，他要先把种子都选出来。他打算种一茬秋菜出来，这样就要有选择性了，也不是什么菜都适合秋天种的。沈飞直接来到了惠恩师姐的库房，那里面琳琅满目的摆放了很多种子，在种子的旁边还有他做的笔记，笔记上面有种子的介绍和蔬菜的种植时间。有的菜成熟的时间长，需要开花结果的，这些就要明年开春才能种。有一些蔬菜就是绿叶子菜，这些种植就比较容易，成熟的周期也短。沈飞直接拿了白菜、油麦菜、油菜、生菜、蒿子杆等种子，打算把这些都种在永业田那边。每一种他都拿了一小袋出来，然后把名字标在上面。他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自己的生意就是搞批发，第一站就是大规模的种植蔬菜。等进入到了冬季，他的青菜一定好卖。沈飞背着孩子走在街上，他最先去的地方就是粮铺。掌柜的看到沈飞一个妇人来了，而且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没有多重视，示意小伙计来招待。沈飞这次来也是想知道这时候的粮食铺子都卖什么。
他空间里的种子可不少，要是种植出了新鲜的品种，那才能赚得独一份的钱。沈飞仔细辨认，发现有大米和白面，这些都是细粮，粗粮只有高粱、小米和豆子等，并没有玉米。小哥，咱们这里有玉米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那包谷听说过吗？没有，小的没听过。沈飞在心中安定，这个玉米明年就拿出来种。虽然玉米碴子不好吃，但可是比高粱米好吃多了。好了，小伙子，咱们大米是怎么卖的？姑娘，这是精米，每斗300文钱，每担3两银子。沈飞在心里换算，一担是120斤，一斗是12斤，1斤米就相当于25文钱。小伙计看沈飞不说话，还以为他觉得贵了。姑娘，咱们这里还有糙米，只需要5文1斤，粗面8文1斤，还有早年的陈米，只需要6文1斤。我要3担精米。三担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不知道夫人要送到哪里去呢？沈飞报出家里的地址。掌柜的，这个袋子能卖我50个吗？夫人，这个袋子3文钱一个。好，没问题，一起算一下价钱吧。夫人，一共是6两150文钱。沈飞在掏银子的时候有些心疼了，这段时间的花费还真不少，9000两银子已经用去了一半了。现在家里人不少，除了省着点花之外，就是要挣钱了。沈飞背着孩子站在外面等着小伙计装车。这时候，一个车队从沈飞身边驶过，沈飞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，等看到车架里面的女人之后，立即就呆住了。这是他老妈呀！沈飞不敢相信，这个女人的容貌和现代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沈飞急忙追了过去，想要知道这女人是不是他在现代的妈妈。夏婉晴，夏婉晴！护卫一脚直接踹在了沈飞的胸口上，沈飞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沈飞身后这时候传出了哇哇哇婴儿的哭声。沈飞趴在地上抬起头，直接喷出一口血出来。出手的护卫也是一惊，他没想到这女人是一点功夫都不会。这时候车架停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刘嬷嬷，是这名妇人想要靠近王妃的车架，还怎样？还直呼王妃的名讳。刘嬷嬷冷着一张脸，看了一眼努力往这边爬的女人，确定不认识她。看到她身后还背着一个小婴儿，此时小婴儿正在哇哇大哭。刘嬷嬷动了恻隐之心，她拿出了50两银子递给护卫，把这个给那妇人送去，咱们赶快回王府，王妃需要立即就医。是。沈飞感觉疼痛席卷全身，眼前出现一双脚。萧婉晴，车上的夫人名字是叫萧婉晴吗？我们王妃的名号其实你可以直呼的。好了，这是给你的赔偿，快去就医吧。以后不要再闯车架，否则真是小命不保了。沈飞没有看那50两银子，他现在只能狼狈地趴在地上。他动不了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干嘛要去招惹那些贵人呢？你趴在地上是要当乌龟吗？是你？是我。几天不见你就换了造型，还真别致呀。唐小弟，我受伤了，快送我去医馆。帮你？我有什么好处？这个银子给你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唐之灵没有回答弟弟的话，直接抱起沈飞往马车上走去。沈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大夫，您看看她，吐了好多血了。不要移动她，
让他好好的躺着，我来看看。老大夫急忙过来给沈飞把脉，脸色非常严肃。如何？很严重吗？不能治了？沈姑娘受到了严重的内伤，这腑脏损伤惨重。还有，我想检查一下她的肋骨，可是男女有别呀。唐之灵给武丹使了个眼色，武丹直接抱着孩子离开了。大夫，救人要紧，人命关天，大夫救死扶伤，应不分男女啊。公子，为了避嫌，还请公子留在此处。唐之灵非常尴尬，可是他现在又不能拒绝，因为如果他离开，老大夫为了避嫌也不敢动手。公子，还请把夫人的衣带解开，露出肋骨就好。唐之灵懵了，还要自己动手。公子，动作要快。唐之灵呆愣愣地走到床边，伸手颤抖地给沈飞解衣襟。他心里有顾忌，解衣带的手哆嗦个不停。你们娃娃都生了，解个衣带，你懂什么呀？唐之灵缓了缓心神，直接拉开衣襟，露出里面的里衣，还有沈飞脖子上的玉佩。唐之灵看到了沈飞脖子上的玉佩，目光一缩。这个玉佩他戴了10多年，自然熟悉无比。现在出现在沈飞的脖子上，唐之灵心里有了80%的把握，剩下的动作就麻利多了。大夫，劳烦您过来看看。老大夫已经年纪很大了，医术自然是不错的。他看到沈飞胸前的那一片淤青，就沉着一张脸，表情也是很严肃。老大夫上手摸了一下沈飞的肋骨，这里有2根肋骨断了，一定要好好养着了。好在是这个位置，要是再往上一点儿，肋骨插进了脏器，那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。哦，还请您尽力医治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先开几副药，沈姑娘明日还需要复诊，不知道我是去哪里呀？明日您就去永达坊武家。好，那我先去给沈姑娘开几副药。老嬷嬷，这是哪里？沈姑娘，这是武家，也是3公子的宅院。3公子，是唐公子吗？是，我们公子是国公府的3公子唐之灵。多谢老嬷嬷，我知道了，还劳烦您把孩子放在我旁边就好。你现在身体受伤了，这晚上能照顾孩子吗？没事儿，小福宝很好带的，一觉能睡到天明。那好，孩子我就给你放在这里了。李默默把小福宝放在床铺的里侧，然后就带着彩霞一起出去了。沈飞在2人离开之后，活动了一下手臂，手臂还是能动的，就是胸前很痛。他直接扒了自己的实验室，找了找，终于找到了一管绿色的药剂，直接打开喝了起来。这时候门被突然打开了，唐之灵一眼就看到了沈飞手里的绿色瓶子。沈飞的药才喝一半，见到唐之灵进来，吓了一跳。你妈，这咳嗽起来是真疼啊！这次的药水怎么是绿色的？你怎么知道这药剂的？我在宋燕那里买过一支蓝色的。沈飞知道是这样，心里稍稍安定。没有暴露，他想多了。那你还真是幸运啊！那药剂的好处，你感受到了吧？很好用。沈飞心里有些骄傲，都是我研制的呢。他干脆的直接把绿色的药剂喝了下去。蓝色是解毒的，这个绿色的是什么作用？沈飞发现这个病秧子眼睛还挺毒的，不过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这家伙总是咳咳咳的，好像得了肺痨病一样。现在怎么距离自己这么近，危险呀！唐公子，你先离我远一点。
唐之灵不说话，看着沈飞。实在是沈飞的嫌弃太过明显，让唐之灵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唐公子，我毕竟是女眷，这么晚了，咱们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总归是不妥。我死了夫君，如今又是寡妇的身份，咱们这样对你的名声有碍。唉，也是可怜我的崽崽，才出生就没了爹，真是太不幸了。现在我又受了伤，劳烦唐公子救了我，我本应该感激不尽，可是我毕竟是个寡妇，唐公子这么晚了还留在这里，确实不妥。我的名声不要紧，连累公子的名声就不美了。你放心吧，崽崽的爹活得好好的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这个玉佩是我的。沈飞呆住了，他的玉佩？你说这玉佩是你的？是的，确实是我的。那为什么在我这里？沈飞看着唐之灵，猛然想到一个问题。你是说我脖子上的玉佩是你给我的？应该是吧。什么是应该是吧？你给没给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还有，如果这玉佩是你给我的，那你是想说我的孩子是你的呗？那在破庙里的时候你怎么没认出来我？这说不通呀。我失忆了，丢失了半年的记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是失忆了，但你应该没有吧？你好好看看，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哎，说话就说话，离这么近干什么？沈飞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是穿过来的，哪里知道原主和这狗男人的事？难道原主是被人下药了？哎，可真没准啊！没有印象，一点都没有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吧，我原来是有未婚夫的。糟糕，事情大条了，难道是自己强迫人家小姑娘的？唐之灵不敢肯定，因为他毒发的时候，他的意识也是很混乱的。可是如果仅仅是毒药发作，也不可能兽性大发，强迫人家小姑娘。唐之灵也觉得事情古怪。总之，咱们俩都没有记忆，也不要着急。我最近身体在恢复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呢。还有，我的护卫武阳已经去了北地调查，等他回来，或许能查出什么真相呢。沈飞点了点头。沈飞想到这男人或许是崽崽的父亲，就开口道：“给我一根你的头发。”什么？头发？给我一根头发就行，带毛囊的。你只要一根？就一根。快点儿，有大用。有了这根头发，就不用咱俩在这里猜来猜去了。唐之灵半信半疑的从头上薅了一根头发，递给沈飞。那，给你。沈飞看了睡得正香的小福宝，顺手也拔了一根。小福宝睡得正美呢，就感觉脑袋一疼，直接张开大嘴，哇哇哇的大哭了起来，哭的那叫一个惊天地泣鬼神。唐之灵看着沈飞的行动，顿时无语。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崽崽睡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弄哭了？沈飞非常尴尬，他还以为这孩子不会醒呢，就一根头发能有多疼？这小子就是娇气。唐公子，听你的意思是说这孩子可能是你的，那你现在抱着哄一下，可以吧？我现在抱不了孩子。唐之灵白了一眼沈飞，看到小福宝小脸都哭红了，有些心疼的把小福宝抱了起来，轻轻的哄着。小福宝有人抱着了，抽抽搭搭的，哭声逐渐小了。沈飞现在没办法看孩子，唐之灵也不想在沈飞的房间待太久。唐之灵提议道：“要不我把崽崽抱到我的房间吧，我的房间就在隔壁。”那好吧，你先抱回去哄着吧。还有，你睡觉老实吗？别压到孩子。放心，我可比你老实多了。唐之灵直接抱着小福宝去了隔壁的房间。沈飞在两人离开房间之后，就闪身进了空间。
他把唐之灵和小福宝的头发样本都进行了实验。想到脖子挂着的玉佩，他鬼使神差的又拔了一根自己的头发。他不是很信任唐之灵的话，因为他也看过唐之锦的玉佩，和自己的就是一模一样。他寻思着，自己如果也是唐家的孩子，那和唐之灵岂不是有亲兄妹的风险？半个多小时是非常漫长的等待了，不过结果也算是意料之中，还真被唐之灵那小子给猜对了。小福宝是唐之灵的儿子，而自己和唐之灵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沈飞原本对于唐之灵把仔仔抱走有一定的担心，现在完全不介意了。那是他亲儿子，他就得照顾他，以后照顾孩子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了。沈飞想到这里又高兴起来，闪身出了空间，直接出现在床上。哎，终于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，身边没孩子真爽呀。沈飞身上的伤不疼了，晚上也能睡着了。他这边美滋滋的睡觉，唐之灵那边可就受苦了。小福宝精神的时候没有问题，可是要睡觉的时候闻不到沈飞身上熟悉的味道，这小家伙不干了，哄了小半夜也不见好。唐之灵没有办法，只能顶着2个黑眼圈来到沈飞的房门前，开始咚咚咚的敲门。沈飞睡得像死狗一样，一直没有动静。小福宝在唐之灵的怀里，看着他敲门，还以为在做游戏，又咯咯咯的笑了起来。唐之灵以为这样沈飞总能醒了吧，可是房间里依然没有反应。唐之灵没有办法，只能推开门自己进去了。看到沈飞睡得四仰八叉的，撇了撇嘴，说谁睡姿不好呢？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差。唐之灵在床里侧找了个缝隙，把小福宝塞了进去，然后快速离开了沈飞的房间。小福宝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终于不再哭闹了，挣扎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唐之灵离开房间之后，并没有立刻就走，而是在门外等了好久，没有听到仔仔的哭声才转身回房的。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到了。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武丹看到唐之灵正站在沈飞的门外许久，也是颇有感慨。他没想到三公子对沈姑娘用情至深，竟然半夜还站在人家的门外守着。唉，感情啊，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，说来就来。此时的国公府也是不平静。唐国公才从军营回来之后，就去了唐之灵的清风轩，没想到让他扑了一个空。平安，你们主子呢？回禀国公爷，公子今日外出了，没有带小的。你们公子身体不好，你怎么不在身边伺候？他和谁一起出的门？身边有人保护吗？有的，国公爷，武丹陪在身边呢。只有武丹？武阳呢？公子安排武阳去了北地。唐国公听到北地二字，双眼微眯，难道那小子有什么怀疑？不，应该不会。唐国公不再继续纠缠，直接转身离开。公子呀，以后你别想甩开我，留在家里太危险了。唐国公气呼呼地回到了陆氏的院子。此时陆氏正听着下人的禀报。哎呀，夫人，消息千真万确，三少爷真的当街抱了那个寡妇上了马车，直接带人离开的。光天化日，就这么大庭广众之下就抱了那个寡妇？哎呀，是的，夫人，我听说那寡妇追着北境王妃的马车，被王府的护卫误认成了刺客，直接给打伤了，吐了一大口血呢。什么寡妇？谁和寡妇有牵扯？唐夫人一个眼刀飞过去，对着唐国公身后的下人冷声质问道：“你们的规矩呢？国公爷回来了，为什么不禀报？”院子里的下人呼啦一片，都急忙跪在地上。他们也是有苦难言，国公爷不让他们通报，他们有什么办法？沈凌香跟着众人一起跪在地上，
他觉得自己也是倒霉透了，就不应该这时候过来。这个时间了，他完全可以回去休息。只是他隐约间看到了世子夫人往这个院子走了过来，他就想过来卖个好。谁知道过来的人是国公爷呀！你不要岔开话题，你们刚刚在说谁的事情啊？国公爷啊，本来我也是想调查清楚再和你说的，没想到竟然被你听到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还有什么？你一次说清楚。国公爷，我这也是前段时间发现的不对，咱们老三也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可是我给他找的几个姑娘，他都不满意。就是我的亲外甥女婉儿，我都悄悄地问过她了。婉儿那丫头人品样貌都挑不出错来，我想着配老三也是正合适的。那丫头呀，说重点，扯你侄女干什么？唐国公还是知道陆婉儿这丫头的，他可不觉得陆婉儿能配得上老三。那丫头的爹就是个庶出，又只是个6品的小官，简直给老三提鞋都不配，还想把陆婉儿嫁给老三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唐夫人被唐国公给打断了，很不高兴。别以为她没看出来，丈夫在她提起婉儿的时候是满眼的嫌弃。难道她的外甥女还配不上你那病殃殃的儿子了？罢了，既然你不满意婉儿，我就给你挑个更差的。国公爷啊，不要急，老三不满意婉儿，我也就没有强迫他，想着再给他找个好姑娘。可谁知……痛快说，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吗？说话都说不明白。你儿子看上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，今晚没回来，应该是和那个寡妇在一起吧？那个寡妇到底是谁啊？还有，她是怎么和老三有牵扯的？房妈妈，你把事情和国公爷说一说吧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对母子是从北地回来的，那女人叫孙梦夏，是新寡，她是原来昌安侯府3房的嫡女。昌安侯府这次被平反回来，她就跟着一起回来了。不过她是外嫁女，夫家应该是姓沈，不知道她和孙家有什么矛盾，那女人直接选了夫姓，改了姓名，如今叫沈飞。长安县衙的主簿给他分了田产，他和孙家分开之后，在嘉惠坊买了新的宅子，如今还买了几个仆人伺候他。唐国公也是没想到，竟然还和过去的昌安侯府的事情有牵扯。昌安侯府的那些人也是从北地才回到长安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联系？唐国公的心思沉重，也没了心情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唐夫人紧皱眉头，这不正常。国公爷知道那女人的身世，不是应该强烈反对吗？为什么这么平淡？跪在院子里的沈凌香心情也很不平静。他们提的昌安侯府不是他家吗？还有那个替身明明就没有死，孙氏夫妇为什么要骗他和沈家？为什么要骗芸娘说他死了？还有那个孙梦夏为什么要改名字，还偏偏姓沈？他知道什么？还有他是怎么巴结上三公子的？三公子神仙一样的人物，为什么会喜欢上带孩子的寡妇？这里面有太多的蹊跷之处了。小姐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我听说你受伤了，你严不严重了？我没事儿，伤口在胸口处，需要好好养医啊。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是你自己来的吗？不是的，小姐，刘三叔也跟着一起来了，他们都在外边呢。你们是赶马车来的吗？是的，小姐，就在外面等着呢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和你们一起回去。小姐，那我抱你出去。先不急，
在回去之前，你先找这家的下人把唐公子请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唐之灵刚进来就听到了沈飞的话。你要和我说什么？二妮，你先出去，我有事和唐公子说。二妮儿很听沈飞的话，直接乖巧地离开了。我信你昨天的话了，小福宝是你的孩子。你想起来了？没有啊，但我就是知道孩子是你的。唐之灵没有继续追问，也没有反驳，耳朵却是红了起来。可能是和沈飞接触的时间长了，他的记忆也恢复了一点。他脑海里一直模糊不清的女人脸终于可以看清了，就是眼前的女人。虽然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，但唐之灵已经肯定这女人和孩子都是他的。唐公子，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家的仆人来接我了。你可以留在这里养伤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吧，这里很不方便。再说了，咱们虽然有了小福宝，但是也和陌生人差不多，还是要保持距离才好。唐之灵很奇怪，正常的女人不是想着怎么样留下来吗？沈姑娘为什么好像想和她拉开距离一样？这很不合常理。你就没想着嫁给我？为什么要嫁给你啊？咱们又不熟。可是咱们有了孩子呀，你不嫁给我的话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是寡妇的身份，好得不得了，有钱有娃没老公，多爽呀，一点麻烦都没有。唐之灵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好啦，我也不和你墨迹了，我要走了，多谢你昨日救我。唐之灵还不能给沈飞保证，但是他是不会放弃的。那我想看孩子了，怎么办？你想看就来我家看呗，等仔仔长大一点儿，你也可以直接接走，出去玩几天。好。我抱你吧，送你出去。不用，二妮你进来，抱我出去。唐之灵没有办法，只能看着二妮儿抱沈飞离开。三公子，国公爷请您立即回府。好，我现在就和你回去。阿姐，你伤得重不重？大夫怎么说？沈月，我没事，不必着急，你慢着点。阿姐，你昨日怎么受伤了？我听说你是被王府的护卫打伤的。昨日也是我鲁莽了，看到那么华丽的马车就想去看看，就被人家的护卫误会了，结果就被打伤了。沈玉知道沈飞没有说实话，可是谁都有秘密，阿姐孤身一人带着孩子本身就很奇怪。不过这也不必深究，她同样有秘密没有对阿姐说。阿姐，那你好好休息，身体要紧，有需要做的就去找刘三说，切莫累坏了身体。好，你也要保重身体，好好养着。两人想到他们两个都是病号，扑哧一声都笑了出来。老三，你知道我找你是来干什么吧？唐之灵还不想摊牌，他还要等武阳回来再做决定。爹，孩儿不知啊，您叫孩儿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不知道？你都能当街抱个寡妇，一点也不知道避嫌，现在竟然还不肯承认。你昨晚没回来，也是和那女人在一起？爹，我昨日是救了一个姑娘，碰巧那姑娘昏迷，我就把她带到了永大方的宅子。我听说你从前就认识她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怎么认识的？就见过几面，孩儿对她一见倾心。老三，那女人可是个寡妇，还有个孩子，你堂堂国公府的三少爷，什么样的名门闺秀娶不到，怎么偏偏看上了她呀？爹，求您答应我吧，我真的很喜欢沈姑娘。唐之灵决定玩把大的，直接求唐国公，只要唐国公应允了，嫡母就没办法再左右他的婚事了。和那些陌生不知底细的人比起来，至少沈飞更顺眼。
唐国公看到唐之灵跪在地上，眉头一跳，快步过去，一把把唐之灵拉了起来。看到他一脸坚持的样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做梦！你真是要气死我了！还沈姑娘，她都是生了孩子的妇人，成什么姑娘？她配吗？爹，您这么说未免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哪里过分了？她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竟想入我国公府的门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你是什么身份？这天下除了公主，什么女人你都能娶，偏偏看上这罪臣之女。别以为我不清楚，那丫头其实是流犯长安侯府上的人，还是庶出3房的。别说长安侯府被抄家了，就算长安侯府还在，她都配不上你。更何况她还是死了丈夫生了孩子的女人。老三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死了都不允许你娶那个女人进门。我是什么身份？我也是庶出，怎么还能嫌弃人家是庶出呢？再说沈姑娘她父亲是庶出，她是嫡出的呀。你可是国公府的公子，身份自然高贵，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同意。老三，你不要被那女人迷了眼。这世上美貌的女人有很多。爹，反正还要认准她了。您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谁也不娶，不管母亲介绍谁，我都不答应。你这个孽子，我看你生来就是来克我的。唐国公在书房内一直转圈圈，就是没有动唐之灵一根手指头。唐之灵看着这样的唐国公，心里也是很酸楚。他在唐府没有亲娘，虽然唐国公很宠爱他，甚至是溺爱他，可是父亲是武将，早年在家的时间也不多，在后宅便是嫡母的天下。父亲又怎么懂后宅妇人这些弯弯绕绕？要不是遇到宋燕，他还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，还以为自己只是从小体弱，身体不好呢。他也不想这么气父亲的，只是现在这是摆脱唐夫人控制的最好办法。如果您不同意，我就一辈子不成婚，或者直接离开唐家。这小子太倔了。唐叔，老三回来了吗？给世子请安，三公子和国公也在里面。你去通报，就说本世子来了。好，世子稍等。这时候屋中传来唐国公温柔的劝导声：老三，你身份高贵，什么女人都配得上啊，为什么偏偏看上一个寡妇？在这大禹朝，除了公主之外，你看上哪家小姐，爹都能给你说去呀。哼，身份高贵，还真是好笑。他一个庶出的病秧子，配一个带儿子的寡妇都便宜他了。唐世子听到父亲这么宠爱唐之灵，不肯说一句重话，心里就恼怒不已。他不过是一个庶子，父亲为什么这么重视他？看来老三还真不能活得太久呀。父亲，孩儿给您请安。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今日在府中听到了一些有关三弟的消息，知道您把他叫回来，以为您是想教训三弟呢，孩儿特地赶来求情的，谁知道是孩儿想多了。你三弟的事情自有我做主，他从小身子不好，你们这些做兄长的也要多照顾照顾他。还要怎么照顾他？你都要把他宠到天上去了。要不是老三从小身子不好，这世子之位可能也早就换了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唐世子见到唐之灵稳健的步伐，心中有了疑问。老三的身体似乎是大好了，不行，要去问问母亲是怎么回事。唐国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老三或许是需要成婚了。李嬷嬷，是唐之灵让您过来的吗？
沈姑娘，我们公子说了，沈姑娘的伤还未痊愈，不能带孩子，因此派老奴过来照顾福宝少爷。嬷嬷，不知道您和唐志玲是什么关系？沈姑娘，老奴亲自把三公子抚养长大，而且老奴还是武丹的亲娘。李嬷嬷，那麻烦您了，小福宝这段时间就劳烦您照顾了。是。李嬷嬷的事情说完了，又轮到了明月。你是？大小姐，我叫明月。三公子说奴婢以后就跟着您了，是您的护卫。你会功夫？是，小的从小就习武。那你会飞吗？大小姐，奴婢可以轻松跳跃墙头，没办法飞的。沈飞微微失望，看来还是那日见到的白发女人厉害，就是不知道这人去了哪里，或者能不能请她来保护自己。不过这明月是不用白不用，有个会功夫的女孩随时保护自己也不赖。那好，明月，你以后就保护我们娘俩吧。后院里空着的院子，你们就自己选吧。是，大小姐。姑娘。李嬷嬷和明月下去之后，沈飞又让人把刘三全叫了过来。刘三叔，在西厢房里有我准备好的蔬菜种子，你尽快给马大叔他们送过去。大小姐，咱们现在才开始种菜，太晚了吧？这些菜种都是绿叶菜，都来得及，2月就能收割，就是一茬秋菜。好，我这就给马六他们送去。我要的猪圈呢？盖得怎么样了？2日后就能盖好了，都是按照您画的图建造的，而且猪苗都已经预定好了。好，这些都要加快进行。刘三全离开之后，沈飞就没事了。他现在就想快点好，不过养伤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。之后的日子，沈飞的小日子过得真是舒心。小福宝有了李嬷嬷的照顾，完全不用沈飞多费心，还真是喜欢的时候把他抱过来逗一逗他。根据李嬷嬷的建议，又给小福宝请了奶娘。主要是沈飞身上有伤，喂奶不方便，加上他每日都要喝药，奶水中也是有药物的，对小福宝的身体也不好。现在小福宝再也不用饥一顿饱一顿的了，3个多月的小娃娃已经长得白白胖胖的了。沈飞的身体有药剂的作用，恢复得非常快。虽然才半个多月的时间，他感觉完全没事了。老大夫被请到了沈家，给沈飞把了脉，然后又问了沈飞一些问题，发现那些症状都没有了。老大夫不得不感叹道：沈姑娘，你的伤完全好了。真的太好了。老大夫，您真是医术高明。老大夫心想，你这恭维我也不敢接呀，你这样的病患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简直是个奇迹呀。不是我的医术高明，是沈姑娘你的身体好，恢复能力惊人呢。大夫，劳烦您再看看我的弟弟，他的腿怎么样了？是否还需要继续吃药？老大夫收起药箱，跟着沈飞一起来到沈玉的房间。阿姐，你身体好了？好了，完全没事了。你也让老大夫看看。沈玉点头。大夫，您看看。老大夫把药箱放下之后，就解开沈玉腿上的纱布，然后检查伤口，然后又上手摸了摸。这里疼吗？沈玉摇头。那这里呢？还是不疼。老大夫疑惑，难道这小子的腿也好了？这沈家两姐弟的体质未免太好了，恢复能力惊人呢。你这只脚放在地上感受一下，能不能站立啊？他慢慢地站起来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扶着。少爷，你的腿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沈玉也是很兴奋。走几步，我看看。沈玉深呼吸，然后缓缓地迈出了一步，然后发现受伤的那只脚一点也不疼了。沈玉又走了几步，还加快了速度。不要太用力啊，要慢慢来。
你现在虽然能走了，也不要走太多的路。你现在这样的恢复情况啊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沈玉自然明白老大夫是什么意思，他自己心里清楚，要不是阿姐的特殊药剂，他是不会恢复这么快这么好的。阿姐，我真的好了，我可以走路了，我的腿不瘸了。是，你好了，不过也要听大夫的，不能久站，还要继续养一养。伤筋动骨100天，你这腿中途还又伤过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这样吧，药我就不给你开了，你再养半个月。这半个月期间，可以适当的走路锻炼一下。好，多谢。沈飞付了诊金之后，就把老大夫送走了。沈飞又回到屋子里叮嘱道：“沈玉，你先养着，等你好了，我亲自去给你找学院。朱夫子那里你就不用去了。”阿姐，长安城有名的学院不仅需要考试，还需要名帖推荐，不是谁都能考的。放心，我先去找找门路，咱们先试一试。阿姐，谢谢你。自家人说什么谢啊？阿姐希望你啊能开开心心的，不要整日愁眉苦脸，像个小老头一样。总之，这个家里还有我呢，不用你担心。都说小孩太操心了，恐怕个子长不高哦。李姑姑在一旁看到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心里并没有轻松，反而有些失落。少爷真是越来越依赖大小姐了，如果哪一天他信任大小姐超过了他，可怎么办？要不要想个办法把两人分开呢？李姑姑想到了来家里的李嬷嬷，好像是什么唐公子送来的。那这人是不是对大小姐有意思？如果大小姐出嫁了，那两人就能分开了。李姑姑觉得自己可以去试探看看。小姐，你找我有啥事儿？你们两人先把这些猪饲料装到袋子里，然后拉去村子里。猪饲料是啥呀？就是猪吃了能更胖的东西。哎，不对呀，小姐刚刚还说猪呢，为什么要看我呀？来，动手吧，把这些都装到袋子里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我们做就好了，您歇着吧啊。是呀，小姐，你看着就好，我俩一会儿就能做完。两人的动作都很麻利，很快地上的猪饲料就都装到了袋子里。铁牛，你去把这些饲料都拉到长乐村的宅子里，一趟送不完就分2趟。好嘞，大小姐。默默，你想不想出去走走？走走，去哪里呀？默默，我想去村里住几天，所以想把你和仔仔都带过去。啊，好，去村里散散心也好。那个，小姐稍等，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啊。沈飞又来到了沈玉的房间。沈玉，我打算去乡下住几天，你要去吗？阿姐，我留在家中看家吧。那好，你先在家中休息，我去村里看看咱们家的菜长得怎么样了，还有看看咱们家的猪仔。好，阿姐，你也小心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也不要着急，等我把地里的事忙完了，就去给你寻摸书院。好，我听阿姐的。李嬷嬷，都收拾好了吗？啊，大小姐，咱们可以出发了。于是一行人直接上了马车，铁牛坐在车沿上就想离开，突然发现门口来了一辆马车，堵住了路。啊，你们这是去哪里啊？哎呀，三公子来了，我们要去村里住几天。走吧，我也和你们一起去看看。沈飞也看到了唐志玲，没有拒绝他跟着。嬷嬷，你在家照顾小福宝，我去地里看看。哎，大小姐放心。你是进去看孩子，还是和我一起去地里？你去地里干什么？你会耕种？会啊，非常精通。你真懂？当然，不相信可以跟着我来。于是俩人一起坐着马车去了地里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来地里了？马大叔，这些都是肥料，你们把它撒到地里，能让土地更加肥沃，这些都能增加土壤的养分。大
小姐，这东西是肥料吗？啊，马大叔，这东西有毒，不能吃，这是化肥。啊，大小姐，那这东西给小麦上了，不会把苗都要死吧？不会，你放心吧。你看，就这样做，就是这样，撒在根部就可以，尽量就按照我这样的来就行。啊，好，大小姐。那好，咱们这些地全都用上这样的肥料，如果不够，可以和我说。是。唐之灵这次跟着沈飞来，没想到他懂得还不少。俩人又坐着马车往前走，现在是去山脚下沈飞的养猪场。你说的赚钱大计，就是靠这些粮食？我没想种植粮食的，我最想种的是蔬菜。我想把蔬菜卖到那些高门大户里面去。那些人家都是有庄子的，佃农都是种植蔬菜给主家送去，根本就不用出来买。那我可以把菜卖到那些酒楼饭馆。他们也都是有固定的供货商的，而且长安城搞种植的也不少，想要种植出好的蔬菜也很难。想要卖得好的话，那菜的品相就要好，不能有虫眼等一系列的问题。这就不用你担心了。山人自有妙计。唐之灵见他说不通，也不劝了，想等他撞了南墙之后就知道厉害了。大小姐，您来了。刘三叔，咱们的猪仔怎么样？好，都好，抓回来半个多月了，没有夭折的。天娘，你回去把饲料拉过来几袋子。是，大小姐。饲料？什么是饲料啊？就是猪仔的伙食，吃了这个就能长胖。刘三全心想，这猪只要是吃猪食就能长胖，真不用啥饲料的。不过他也不会反驳沈飞，因为他已经试过了，只要是沈飞坚持的，他们就没办法劝说。刘三叔，这些饲料啊，一定要每天都喂上，不能落下。是，大小姐。唐之良，京城的书院你了解吗？我想给我弟弟送进去，你知道哪里合适吗？唐之灵想到书院，心里就是一痛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书院，从小身体不好，就是书院他都不能去。唐国公只是给他请了夫子来府上教学，但是那个夫子不敢管教他。他小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如今只学了一些浅显的东西。唐之良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不知道就算了，我再去打听。我没去过书院，不知道哪个书院好。唐之灵想到，都是家中的庶子，唐之锦就可以去书院，还是长安城有名的青松书院。不过这里大部分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还要有推荐的名额。沈飞买来的那个弟弟明显是进不去的，他也就不必浪费口舌了。沈飞能感觉到唐之灵好像很失落。时间不早了，回吧。那好，咱们回去吧。老三又去找那个女人了？是，国公爷。那女的画像带过来没有？暗卫把沈飞的画像交给唐国公。这画像你们没有搞错吗？国公爷，那女人长得真是这样，属下绝没有欺瞒。那女人最近又做了什么？有什么奇怪之处？沈姑娘平日就在家带孩子，今日三公子和她去了村里。去村里干什么？有没有可疑之处啊？属下并没有发现。沈姑娘家里种了冬小麦，俩人去看了麦苗，又去猪圈看了猪仔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唐国公再次看了一眼沈飞的画像，觉得非常辣眼睛，直接放在书桌上不管了。沈飞如果在这里看到别人把他画得这么丑，一定会气得跳脚。少爷，武阳回来了，带他进来。是。武阳拜见公子。武阳，你快说说，是怎么回事？你都查到了什么？哦，还有沈飞的事情，你查到多少？
沈姑娘原来叫孙梦想，10年前一起跟着家人来到北地。他们在北地是流贩，待遇自然不好。不过沈姑娘的父母对她并不好，听他们邻居说，沈姑娘在孙家每日都要经常劳作，孙家还经常不给她饭吃。属下觉得奇怪，孙恒父母虽然是她的亲生父母，但对她并不好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她怎么有孩子的？我听说她定亲了。是，沈姑娘定过亲，就是林家公子林宇环。被罢官前，林家的老爷子曾经是3品大员，官职是通政史司通政使。没想到林家还是个书香门第呢。是，林家公子就算去了北地，也没有放弃读书。林老大人很重视林宇环的课业。那沈飞和他的关系怎么样？两人的情感如何？听说两人感情很好。唐之灵的脸色一下子就落了下来。还有呢？我打听到孙家的2小姐孙梦雪也喜欢林宇环，两姐妹没少因为林宇环起争执。我记得你信上说沈飞的变化很大，是什么变化？公子，我去北地打听到沈姑娘非常勤劳，在孙家很多活计都是她干的。别看她瘦瘦小小的，但是力气很大。还有就是沈姑娘不爱说话，是个沉默寡言的姑娘。唐之灵听到武阳的描述，心里有个大问号。他们说的是一个人吗？他可不认为沈飞是勤劳的姑娘，而且那丫头哪里沉默寡言了？武阳，你没有找错。孙家那边很好调查，他们的情况和京城的消息对得上。唐之灵想到记忆中的片段，也是沈飞现在的那张脸。这个人是他没错，可是性格为什么变化这么多呢？那沈飞是去了哪里，或者是怎么就有孩子了呢？公子，这个小的也不太清楚。听孙家的邻居说，那时候沈姑娘和孙梦雪一群小姑娘一起去集市，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胡人，慌乱之下沈姑娘和他们就跑散了。再后来孙家人出去寻找，是在第2天找到的沈姑娘。那时候人就已经昏迷了，而且还衣衫不整。唐之灵心里有很多疑惑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自己又怎么遇到沈飞的呢？那有关我的事情呢？泽生和泽川2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属下这次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唐之灵轻轻地揉了一下脑袋，他感觉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别的记忆都有，单单就失去了他去北地的那半年的记忆。武阳，你先下去吧，好好休息几日。是，公子。此时长青巷，孙恒和陈氏2人正在收拾东西。哎，夫君，你说咱们直接搬到沈家能行吗？你不是说那丫头现在都改名了，不叫梦夏了，叫什么沈飞的？怎么不行？咱们是那丫头的父母，搬到她家住天经地义。她就是改成王妃、李妃，也是咱们的女儿。可是那丫头好像变了，不是过去那样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现在牙尖嘴利的。你没看到老太太都在她手里吃亏了吗？还有，咱们又不是她的亲生父母。放心，那丫头又不知道咱们不是她亲生父母。再说了，咱们把她从4岁养到这么大，她就要报答咱们。要是敢不孝，我就敢告官去。夫君啊，咱们要不然先去找孟夏说说，他要是同意咱们搬过去再搬走，这不管怎么样，大哥和2哥这边还是要先稳住了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过去，咱俩带着祥哥一起，那丫头最心疼祥哥了。好，听你的。哎呀，夫君，这宅子看着还挺新的，就是不知道里面怎么样。我去拍门，你们在这里等着。很快大门被拉开，是李姑姑开的门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找沈飞。
找大小姐。你们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爹。李姑姑大惊，大小姐不是孤女吗？怎么会有家人？快去，把沈飞叫出来，就说他爹娘还有弟弟来了，让他赶快出来迎接。李姑姑看到旁边的陈氏和孙展祥，不可置信。大小姐有自己的亲弟弟，那沈玉可怎么办？哎，你这下人是不是傻子？沈飞，沈飞，你出来！阿姐，阿姐，我来看你了。你们是谁？怎么可以随便私闯民宅？长安县衙可就在对面，我看你们谁敢造次。你是这家的下人吧？看样子也是个懂规矩的。我呢是沈飞的母亲，他是沈飞的父亲，我们回自己家，算什么私闯民宅？我们可从来没有听大小姐说过还有什么老爷太太的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你们是谁？来我们沈家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和沈飞是什么关系？沈飞是我姐姐，这里是沈家。爹娘，咱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姐姐不是叫孙梦夏吗？那丫头胆子肥了，自己偷偷改了名叫沈飞。刘婶见到三人这么笃定，心里也信了80%。可是他们要是大小姐的亲生父母，那家里的沈玉少爷是谁家的孩子呀？这两拨人互相可不认识呀。大小姐去了村里，不在家，要不然三位改日再来。那我们哪里也不去了，就在这里等他。现在日头都快中午了，你去厨房做点好吃的端上来。哎，最好做一些那个小鸡和猪肉，我们祥哥爱吃。李姑姑，辛苦你跑一趟长乐村，把阿姐叫回来。是少爷。孙恒见到这家的下人都对一个陌生的小子毕恭毕敬的，就走了过来。小子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怎么住在沈家？沈玉不想回答孙恒的问题，打算扶着拐杖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件事他处理不了，也没权利替阿姐做决定。李姑姑已经去叫人了，阿姐很快就会回来，你们等等吧。小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在享受不该属于自己的待遇。放开我！你最好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，不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沈玉毕竟是个小孩子，看到孙恒这样就有些害怕，脸吓得惨白。孙恒看到沈玉这样有些得意，手突然一松，直接就把沈玉往远处扔去。明月姐姐，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来沈家撒野？我是孙恒，也是沈飞他爹，这就是我家。唐之玲刚走进院子，就听到孙恒的这句话，还真是巧了。他刚准备查一查沈飞到底是不是北地的孙梦夏，孙恒就来了。孙恒见到唐之玲，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我的乖乖呀，这个唐公子又来了，到底是看上那丫头什么了？全身没有2两肉。唐公子要是看上了林香，他都要烧高香了，那可真就妥妥的是自己的女婿了。孙恒想到这里，心里有了一个主意，他连忙狗腿的跑了过来。唐三公子，您好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认识我？三公子，您的大名在京中谁不认识？三公子的才华气度都是世家公子的典范，我也是仰慕许久啊。唐之玲心里唏嘘，这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。在京中，他现在可没有什么好名声，除了病秧子的称号，现在又有了好色的坏名声。现在京城谁都知道他看上了一个寡妇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在哪里啊？大小姐，是李姑姑的声音。阿妮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大小姐，家里来人了，说是你的父母，你赶快回家吧。他们是姓孙吗？好像是吧，他们还喊你孙梦夏。大小姐，你快回家吧，现在只有沈玉少爷一个人在家。刘婶和小喜他们呢？他们也在家里。李姑姑，那你不用着急，
还有刘婶一个大人呢，少爷应该没事。再说咱们家就在县衙附近，不用担心那些人闹事。大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家里来了不相干的人，我回去处理就行。你们就在这里继续照看着。那好，让二妮和铁牛陪您回去。好，刘三叔，我这次就直接带着小福宝回去了，这里就交给您和李大叔了。一行人直接回到了嘉惠坊。沈飞走进院子之后，就发现了唐之灵。唐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事情不着急，先处理你的家事吧。阿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小哥，你这段时间过得好吗？有没有想阿姐啊？当然想了，不过生活也就那样吧。唉，每日待在家里也是很无聊，还没有在草原的时候自在呢。沈玉在屋子里通过窗户看向外面的一切。阿姐，真的有亲弟弟？那他要怎么办？沈玉的心里非常失落。站在沈飞身后的李姑姑心里也是很焦急。大小姐对这个弟弟好像很好，不像是有矛盾的样子呀。哎呀，梦夏，你回来就太好了，我们一家人总算可以团聚了。我和你父亲都商量过了，我们打算搬过来和你一起住。谁允许你们搬过来了？嗨，你个死丫头，你真是发达了就不认亲娘了，你竟然敢跟我叫板，真是反了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敢在沈家撒野不成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他娘，就是你们家的夫人，你们敢打我不成？哎，梦夏，你出来，你说话呀！你是哑巴不成？陈氏，我劝你最好回去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我的嘴会说出什么。你能说什么？这就是说到天上去，我也是你老娘。你要是敢不孝顺我，我就去衙门告你去。陈氏，你难道以为我不敢说吗？你真的是我娘吗？你敢和我去官府对质吗？陈氏的身子一僵，这个丫头是知道什么吗？沈家和云娘也在长乐村，难道他们见过面了？不可能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云娘不可能还认识这丫头。梦夏，你这孩子，你娘就在气头上才说的那话，她毕竟是你娘，你要多担待她，毕竟她养了你这么多年呢。是吗？我在北地的时候可是没少照顾你们一家人。还有，你们不会忘记了吧？你们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，如今又找了过来，岂不是太可笑了吗？我现在就希望你们可以回自己的家，不要再说什么和我一起住的话了。你们有2个儿子，没有道理和我一起住。还有，我也不叫孙梦夏，我如今叫沈飞。梦夏，不，沈飞，我知道你在怪我们狠心，可你也要理解我们。当初你未婚先孕做了那等丑事，我们孙家怎能容得下你？为了孙家的名声，也只能把你赶出家门。既然你们嫌弃我丢人，那就更不应该来找我了。今日怎么又巴巴的上门了？虽然你离开了家，但是你必须报答我们的养育之恩。这今日你要么让我们住进来，要么就给我们一笔钱。我要是不给呢？哈，你要是不同意啊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宣扬到长安城的人都知道，让他们知道你是未婚先孕的贱人，是个不检点的女人。你不仅贱还傻，一直包庇那个野男人。你不仅给人家生了娃，没准儿人家就是想玩玩你呢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你生的那个小崽子，我要让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你生的孩子是野种，是贱种。我要让他一直在指指点点中长大，受到世人的奚落，受人鄙视。我看他长大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。啊，对了，我看那位看上你的唐公子还敢不敢娶你这个破鞋？你住嘴，不准你污蔑我家大小姐。我就是你嘴里骂的野男人，仔仔是我的孩子。唐公子还真是痴情，竟然扯出这样的瞎话，还糊弄我们。真是没想到，那丫头还挺有本事，竟然让你肯替她编出这样的瞎话。
唐三公子啊，你以为你这么说我们就会相信吗？那个小崽子啊，就是个野种，不是你承认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说了不算，得你们唐国公府承认了才算。那咱们就看看国公府会不会承认他的身份。陈氏一噎，这小子看样子是认真的。陈氏想到了还在唐府做事的沈凌香和芸娘，心里有些不安，不敢把场面闹得太难看。哼，算了，你愿意当冤大头你就当吧。夫君，咱们先走吧，这丫头有了靠山，咱们先离开。孙恒看着唐之灵维护沈妃的样子，也不敢造次。孙恒夫妇灰溜溜地带着孙展祥离开了。孙展祥原本想和姐姐多待一会儿的，可是后来听到父母这么骂姐姐和小外甥，他也很不好意思。咱们要好好的谈一谈。好吧，咱们去后院吧。怎么进来这里了？啊，地方小，你忍忍吧，凑合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有事和你说。说呀，我这不是听着呢吗？你觉得咱们俩成婚怎么样？沈妃有点懵，他这是被求婚了吗？你想和我成婚是因为小福宝吗？不全是，小福宝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，我得对你负责。但是我不喜欢你啊。那你喜欢谁？你原来的未婚夫吗？那倒是没有，我们都退婚了，我们就是从小定亲，我对他没有感情的，我单纯就是没有喜欢的人。那嫁给我不好吗？咱们成亲了，小福宝也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，就不会被别人骂是野孩子。还有今天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孙家的人说不上还会传出什么谣言。不管是你还是小福宝，以后或许都会被别人指指点点。你希望小福宝长大懂事之后，因为身份的原因受人歧视吗？沈妃仔细打量唐之灵，看着是不讨厌，要不要对付一下呢？他说的也对，就算是不为了自己，为了小福宝着想，也该考虑考虑。我有几个条件，你要是答应了，咱们就成亲。是何条件？第一，如果你娶了我，就不能纳妾。还有吗？第二，在我没有喜欢上你之前，就算咱们成亲了，也不能圆房。这个我可以答应你。第三，如果你食言了，咱们就和离，要放我自由，我会带着孩子离开，小福宝的抚养权必须给我，除此之外，你财产还要给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3个条件我全都同意。真的？你全都答应？那你先写一份和离书吧，把答应我的条件全都写上去。哪有没成亲就写和离书的？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那你反悔了怎么办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答应你的事情，自然会做的。那好，那你去说服你的家人吧。我要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的接我进门。放心，这些礼节是不会少的。最近流传府上的3公子看上了一个寡妇，可是真的？陛下请放心，老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他想娶那女子进门。陛下，这小子是被我给惯坏了，我一定会给他找一位配得上他的名门闺秀。不必了，既然他喜欢，那就让他娶吧。唐国公还以为皇上会强烈的反对，谁知道竟然会这么痛快。他的身体最近怎么样啊？可有好转？回皇上，现在好似好了不少，不过他经常不在府里待着，老臣也不知是什么原因。好，那就让太医给他把把脉。是。唐国公走出殿外之后，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了。
他有些迷糊，皇上明明知道老三的身份，为什么还会同意他娶了那样一个名声有瑕的女子？不过既然皇帝已经开口了，他也只能照办。去派人查查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底细，为什么唐三公子能看上她，看看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是，陛下。灵儿，听说你找我有事？唐之灵缓缓转身，对唐国公弯身行礼。不必多礼，我不是说过，咱们父子不必这么客气吗？来，咱们进去说。父亲，我想和您说，我要娶沈妃，希望您能答应。灵儿，这件事我答应你了，咱们父子间不用那么客气，更不要跪我。父亲，您真同意了？灵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最疼你的了。前段时间咱们父子闹矛盾，你直接不回来了，让我这心里呀很不舒服。我一想，既然你喜欢那女子，那女子也定然是好的，容貌上也必是倾国倾城。父亲，那就准备我的亲事吧，最好是下个月内就能成婚。下个月是不是太快了呀？现在长安城内都在传我和沈妃的笑话，还有很多我们的谣言。海尔觉得如果成婚了，谣言就会淡去。好，这件事我和你母亲商量一下。多谢父亲。大小姐，咱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这家店不是……来的就是这里，咱们进去看看他们家有什么好菜。那也不能让钱给他们赚了呀。放心，咱们先来探探虚实，知己知彼才能知道用什么招数嘛。这个魏仙阁大管事的孙子可是伤了沈玉的人，前段日子沈妃也是受伤了，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，现在是可以过来看看了。几位客官里面请，咱们是在大厅还是需要包间呀？大厅就好。客官请跟我来。沈妃几人一起落座之后，就点了店里的几样招牌菜。考虑到二妮儿和铁牛两人都是能吃的，沈妃直接点了10样菜。当然了，也不仅仅是为了二妮儿他们，也是为了能知道魏仙阁的招牌菜怎么样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唐国公府的三公子要成亲了。什么？娶的是哪家的小姐呀？是呀，是哪家小姐还敢嫁给他呀？不是说他看上了一个寡妇吗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听说就是娶那个寡妇。哎，听说国公爷都松口了，就等着办喜酒了呢。嘿，谁说不是呢？不过这你可就不懂了，那成了亲的妇人，你们懂的。是，兄台说的对呀。二妮儿听到这里就忍不住了，就想过去。沈妃拉住了二妮儿，对她摇了摇头。小姐，那些人多，别着急。沈妃出门少，还是现在才知道她和唐之灵的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。唐国公府也不行啊，什么消息都能传出来，国公府漏的都成筛子了。除非这要不是有人推波助澜，他沈字倒过来写。明月也特意看了那猥琐男人一眼，打算悄悄偷袭他。很快，小二就把沈妃他们点的菜都端了上来。沈姑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宋公子，您认识我家小姐？明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现在是大小姐的丫鬟，我们公子把我送给了大小姐。唐之灵这小子这是故意的了，明明昨日才见过他，他还说了在找沈姑娘的下落，这小子竟然一点口风都没透露，也太不够朋友了。看来得找那小子算账。宋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要找某人算账罢了。哦，表弟，不介绍一下吗？沈姑娘，这是我表哥柳君寒。表哥，这是沈妃沈姑娘，我娘的药就是从她这里买的。原来是沈姑娘，幸会。两位要是不嫌弃，
就坐下来一起吃吧，我们还没有动筷子。多谢沈姑娘，那我和表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那好，咱们就吃顿饭吧。我还是第一次来呢，不知道这家的味道怎么样。沈姑娘，你的孩子流口水了。你这小子啊，怎么这么馋呀？真是不怪。小福宝也没有哭，而是抗议的啊啊两声。沈飞吃的差不多了，就开口问道：宋公子，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沈姑娘，咱们可以去楼上说吗？二妮，你们先留在下面，我上2楼一趟。沈姑娘，那药你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最后的2支都卖给你了。宋燕觉得非常可惜，她一直想要买1支研究一下呢。沈姑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娘喝了你的药，现在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。宋夫人正当年，怀孕很正常呀。我娘当年生小妹的时候伤了身子，我爹都断定我娘不能再有孩子了。可是我娘喝了你的药，现在竟然怀孕了。宋燕说这话的时候很激动，就是一旁的柳君寒都是感受到了。柳君寒是亲眼看到爷爷喝了那碗药的，原本只能卧病在床的老人，现在都能下地溜达几圈了，而且现在胃口也特别好，真是吃嘛嘛香。沈姑娘，那药真的没有了吗？就是药效差一点也行呀。是啊，沈姑娘，药效差一点也行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你来定。沈飞的心思一动，他的药剂太神奇了，这一下子拿出来几乎可以起死回生，也太明显了。他或许可以把药剂稀释一下，让药效不那么明显就好，这样或许也是可以的。他要嫁人了，一点嫁妆也没有，好像说不过去呀。宋公子，药效差一点的也有，那种的就不是药水了，而是丸药。丸药也可以，有就行。虽然药效差了一点，但是也不便宜，一丸药需要2000两银子，一共10丸。沈飞没打算拿出来太多，太多了就卖不上价格了。价钱没有问题，就是能不能再多一些药？不行，只有这么多了。行，那就这些。我们去哪儿找你呢？5天之后带上银票，你们到嘉惠坊的沈家来取药就成。兄弟俩很高兴，一起送沈飞下楼。掌柜的，那边那桌多少钱？客官，您那桌已经有人结过账了。啊，沈姑娘，单已经买过了。沈飞皱眉，和在下出来吃饭，还要沈姑娘花钱，那在下的脸要往哪儿放啊？沈姑娘就别和在下客气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时候，一名年轻的男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爹，咱们进的菜有点问题啊。李昭看到沈飞和小福宝，一下子就认出这俩人了。他没想到沈飞他们还能来味仙阁来消费。记得儿子说过，那家人就是普通的庄户人呀。在哪儿啊？我过去看看。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李昭回过神来，不再搭理沈飞，而是直接走了。沈姑娘，那人你认识？过去有点不愉快。柳君寒暗道，自己不该多嘴，他和沈姑娘的关系还没到可以为了他得罪味仙阁掌柜一家的地步。长安城这些酒楼哪个都是有靠山的，和那些官员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说不上都是谁的摇钱树呢。那就多谢柳公子请客了。沈飞带着二妮儿等人一起离开了味仙阁。沈飞花了3天的时间，终于是做了20粒药丸。他准备这10颗自己留着用，剩下的卖给宋燕他们。在第5天的时候，宋燕和柳君寒终于来了。宋公子，柳公子，让您久等了。不会，我们也是才到。沈姑娘，这就是那药吗？看看吧。宋燕看了一眼柳君寒，见到对方点头，他直接打开盒子，就看到了里面10枚蓝色的药丸。宋燕拿了1颗，直接放在嘴里，想要直接嚼碎了。喝点水吧。毕竟那药丸还是不小的，宋燕确实觉得有点噎住。沈飞也是有点尴尬，
这个药丸子做的有点仓促，是直接咽下去堵嗓子，咀嚼吧还有点硬。宋公子，这药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切开，分成2份。宋燕的眼神却是一亮，原本自己吃了1份就觉得心疼了，现在完全不觉得了。柳君寒眼巴巴地看着宋燕，他知道表弟在来之前已经吃了一种毒药，就是想试验一把这个新药是否也能解毒。表弟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很好，没有感觉。身体没问题的，吃了也没事，延年益寿，自然没有变化。不过这药是给病人吃的，没病的人吃了作用不大。啊，表弟提前吃了毒药，就是想试验一下这个药好不好用。好吧，还真是疯狂。沈飞当初试验的时候都是找小白鼠试验的，宋燕竟然直接拿自己试验，沈飞还真有点佩服这个人了。半刻钟之后，宋燕还是啥事没有。柳君寒满意了，他也推过去一个小盒子。沈姑娘，请点一点。沈飞打开之后，发现里面是一摞银票，每张是1000两的面额。沈飞查了一下，正好是20张。数量没错。双方交易结束之后，宋燕就带着柳君寒直接离开了。沈飞又得到一笔钱，心里很开心，正好留着这钱准备嫁妆。唐家已经派了官媒上门，沈家没有大人，沈飞又不懂这些，于是这些事情都是李嬷嬷跟刘婶子操持着。沈飞直接拿出5000两的银票。嬷嬷，这钱你拿着，帮我准备嫁妆吧。哎呀，小姐，这钱是哪里来的？我赚来的。你看着成亲需要啥，就按照这些钱准备吧。哦，对了，不是说还得绣嫁衣吗？那些我也不会，您帮我就买现成的吧，我也不会绣活儿。沈飞走过去，把胖儿子抱了起来。孩子，我抱走了啊，抱着他玩一会儿。这沈姑娘还真是心大，这么多钱就都给我了。不过这也解了燃眉之急，三公子成亲本来就惹来外人的非议，如果沈姑娘再没有像样的嫁妆，还真容易被人家嘲笑。现在好了，有了5000两，也能置办不错的嫁妆了。小姐，唐公子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小福宝哭了？哭了，磕到脑袋了。唐之玲快步地走了过来，把小福宝抱了起来，检查脑袋。小福宝一点也不认生，待在唐之玲的怀里，小手指着沈飞，还啊啊几声。沈飞想，这小子该不会在告状吧？可是他才几个月呀，就知道告状了，这正常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说成亲之前不能见面的吗？唐之玲从怀里拿出一沓银票，递给沈飞。这些钱你拿着，置办嫁妆用。沈飞没有客气，直接接了过来。这些钱你是哪里来的？都给我了。这是我父亲这么多年给我的私房钱，都在这里了，你拿去用吧。全给我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还有每个月的月钱。你每个月的月钱是多少？只要是你们家的人都有月钱拿吗？对，都有。我们每个月是20两银子。你们这些女眷是多少我不清楚，没有关注过，不过应该没有我们多。那我和仔仔去了你们唐家，是不是也有月钱？应该是有的，不过小福宝我不知道能有多少，毕竟家里还没有孙辈。你大哥他们年纪也不小了吧？难道没孩子吗？没有，大哥成亲5年了，大哥的后院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还有二哥，也成亲3年了，同样如此。我觉得你们家不正常呀。说话就说话，靠这么近干什么？嗨，我说你这个人，我这不是想着帮你家人一把吗？不用帮他们的忙。不帮就不帮。好了，东西送到了，我就先离开了。说完，把小福宝放到了沈飞的怀里，脚步匆匆地离开。沈飞又得到一笔钱，心里喜滋滋的。有了这8000两，算上第2次卖药的15000两，还有之前的4280两，沈飞还有27280两银子。
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。沈飞觉得那些珍贵的药剂不能再往外拿了，毕竟实验室里的药剂有限，早晚是要用没的，还是要自己留着才好。毕竟这些钱也够他花一段时间了。沈飞和唐之玲的婚期已经定了下来，就在下个月的初10，只有10多天了，可以说是相当近了。沈飞的嫁妆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李嬷嬷和刘三全夫妇根据沈飞拿来的钱，给沈飞在长安城买了4个铺面，又在京郊外买了2个大庄子。原来的那5000两银子一定是不够的，沈飞又把唐之玲拿过来的8000两银子拿了出来。沈飞已经算明白了，这些东西当成他的嫁妆带进国公府，那就是他们3房的。现在国公府没有分家，他的嫁妆却是完完全全独立属于自己的。唐之玲变相是把自己的财产光明正大的放在自己老婆名下了。这一日终于到了沈飞成亲的日子。沈飞他们已经计划好，今日成亲的时候，沈飞是嫁入国公府。李嬷嬷和奶娘带着小福宝，先跟随唐之玲派的人先去府里。毕竟成亲的时候礼节很多，小福宝就交给李嬷嬷照顾了。至于带进唐府的丫鬟，就带着明月就好。至于二妮儿就留在家里。前些日子，沈飞已经给二妮儿和铁牛简单的办了婚礼。至于沈玉和李姑姑，还是留在家里。等沈玉的腿完全好了，就先去书院去上课。成亲当日，沈飞早早就起来了，莫名的就感觉心跳得厉害。李嬷嬷请来的梳妆夫人已经到了，此时正在给沈飞开脸。嬷嬷，一定要做这个开脸吗？哎，是的，小姐，这新娘子都要做。沈飞没有办法，只能顺从。于是沈飞就乖巧地坐在这里，等着下人帮他梳头换衣服。等他梳妆完毕，都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。哎，小姐，你这上妆之后还真是漂亮。沈飞也是看着铜镜中的自己模模糊糊的，也不知道李嬷嬷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嬷嬷，三公子派来的下人到了，你先带着东西和小少爷离开吧。小姐，那我先带着小少爷离开了。行，你们先走吧。明月，你也跟着一起保护小少爷。小姐，那你这边怎么办？我这儿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在家等着唐之玲来接亲就好。李嬷嬷带着小福宝先上车离开了沈家。小姐，那日来闹事的人又来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孟夏，你今日成亲，我们是你的父母，怎么能不到场呢？是啊，孟夏，我和你爹就是来看看你，你成亲这没有父母送嫁，这也太失礼了。沈飞看到两人一副非要留在这里的架势，如果自己不同意，他们一定会再找别的借口的。也行，等我拜别你们之后，你们就赶快离开沈家。好，孟夏，你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我从小把你养到大，如今你成亲了，这怎么样也要来送你的。我不叫孟夏，我已经改名叫沈飞了，希望你们记住。沈飞看着陈氏这样，就觉得这俩人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他先留着两人，看看他们到底要耍什么花招。二妮，送他们去前院。好的，小姐。两位，请跟我来。孙恒夫妻对视一眼，于是转身跟着二妮儿离开了。沈飞有些奇怪，这孙恒夫妻到底想做什么？他们对原主没有感情，他可不相信两人会好心的来送嫁。沈飞没有放松警惕，准备看着两人有什么后招。这时候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沈飞立即警觉起来，直接闪身进了空间里，从空间往外看。这时候沈飞发现窗子开了一个小缝，一个管子插了进来，然后屋子里弥漫了一些烟。沈飞猜测这东西是迷药。外面的人是谁？难道是不想她嫁进国公府？这人应该是昏倒了吧？应该是，我的迷药很厉害。门轻轻地被打开，走进来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沈飞确定这俩人他都不认识，他们是谁？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沈飞在空间里看着这两人的动作，应该是在找他。新娘子怎么不在这里？不知道，不过时间来不及了。你先把喜服换上，我出去找人，然后处理掉他。那好，你先离开，我这就换衣服。女子来到梳妆镜这里，这让沈飞离她的距离非常近。沈飞看到女子的外貌，有一种熟悉感。他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她，这熟悉感从何而来？沈飞看到女子的方脸，终于想起了孙恒夫妻。难道这女子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？是了，孙恒夫妻来这里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眼前的女子。沈凌香快速地打开包袱，拿出了一套新嫁娘的服饰。沈飞在空间里也是吃了一惊，这身嫁衣和自己的还真是一模一样。孙家的准备还挺足的呀。沈飞没有着急出去，而是想看看这一家人怎么做，或者是还有没有后手。毕竟刚刚进来的那个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底细。现在明月不在身边，沈飞也不敢冒头，就怕被那人给嘎了。沈凌香的动作很快，新嫁衣很快就换好了，还用了沈飞的化妆用品，也给自己化了一个新娘妆。沈飞看到这时候的新娘妆，想到了自己，于是急忙跑到实验室内的卫生间。等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，也是吓了一跳。我操，这是想让他直接把新郎给吓死，自己再当寡妇吗？这俩又红又圆的红脸蛋儿，真是丑得不得了。这时候的新娘一定要在结婚当天打扮得丑丑的，让新郎记忆深刻吗？沈飞急忙用湿毛巾把脸上的红脸蛋给擦了。沈飞觉得整个妆容还不如自己的素颜呢。沈凌香给自己涂了胭脂，然后也是左右脸颊涂了2坨高原红，然后直接拿出盖头把自己盖了起来，等着人来。沈飞现在已经敢肯定，这女人就是想取代自己，嫁进国公府。这时候门外传来了喧哗声，还有喜庆的奏乐声。沈飞知道这应该是唐之玲来接亲了。沈飞在想到底要怎么做，就听到那男人又返回来了，出声提醒道：两位，新娘子没找到，接亲的人到了，我再去别的地方找一下。好的，表哥，人一定要找到，也要控制住，不能让他坏事。只要坚持到拜堂就好，到时候就算唐家发现新娘子换人也没有办法，谁让她才是孙家的女儿呢？两位放心。男人直接消失了。很快喜婆就来到了后院，直接把沈凌香接到了前院。唐之玲下马之后进来接人，竟然看到了孙恒夫妻，还有些震惊。他上次可是见识到了沈飞对这两人的反感，可不认为沈飞会请两人过来。不过他们毕竟是沈飞的亲生父母，这时候能来或许也是可能的。新娘子来喽！孙恒夫妇互相看了一眼，见到沈凌香做的手势，脸上的焦急没有了，笑容也就更大了。唐之玲看到了两人的变化，一抹疑惑出现在心里。她仔细地辨别眼前的新娘子，这人似乎大了一圈。她可是记得沈飞的小身材，那还真是没这么健壮。眼前的新娘子虽然也没有很胖，但是比起沈飞来说还是胖了一点。你是谁？贤婿，这是我的女儿孟夏呀，你今日的新娘子。唐之玲皱着眉头，直接伸出手，一把把盖头给接了下来。不可以！为何要冒充新娘子？我是孙梦夏，孙家的姑娘，你的新娘子。我娶的人不是你，是沈飞。唐三公子，婚书上应该写的是我的女儿孙梦夏，可不是什么沈飞的。而这个女孩就是我们的亲女儿孙梦夏。你是说沈飞不是你的亲女儿？啊，对呀，那丫头不是我们女儿，眼前的新娘子才是。哼，那沈飞是谁家的孩子？据我所知，沈飞才是和你们从北地回来的人。那我们大小姐人在哪里啊？
二妮儿和铁牛急忙往后院跑，就怕沈飞被人害了。孙恒也是没想到，新娘子在没拜堂之前就被人发现了，事情有些难办。那婚书上写的是孙梦夏，那你就只能娶我们的亲女儿。很快，沈飞就和二妮儿和铁牛一起走了出来，武阳还押着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沈飞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两人想害我，我直接躲了起来。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还不放开他！这位姑娘，就是你的亲女儿吧？是的，她就是我的亲女儿。好，那按照你们的说法，我和你就完全没有关系了。那我成亲就不邀请你们了，你们麻溜的离开吧。还有，我的婚书上写的就是我沈飞的名字。你这丫头竟然这么鸡贼！好了，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打搅我成亲了，错过了吉时就不美了。沈凌香的脸上火辣辣的，她也不想再听见这些人背后议论她了。孙恒和陈氏见状也没了办法，打算带人灰溜溜的离开。谁是孙恒？大人，请问找小的什么事啊？你就是孙恒？是的，小的就是。孙恒，有人告你10年前犯了欺君之罪，利用仆人之女替换你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现在你和你的家人和我们走一趟吧。大人，冤枉呀，我们冤枉！来人，把人都带走。大人，为什么抓我？郑姑娘，还请和我们去一趟县衙，孙家的事情和你们也有关系。大人，既然孙恒夫妻犯了欺君之罪，那也和我无关，我才是受害者吧。我好好的一个人，平白无故的当了10年的流犯，一人在北地受苦，我才是最冤枉的一个人。10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欺君之罪和我可没有什么关系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孙家的女儿，这位才是他们的亲女儿。大人，孙家夫妻今日也是亲口承认，她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周围的人都可以作证的。是的，大人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孙家的人还想代替人家新娘子呢，想要换亲的。哎呀，是啊，这孙家人真是不做人哟。姚大人，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还请看在国公府的面子上，不要为难我们。错过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那我就不耽误你们2人了，恭喜2位今日喜结连理。唐之玲因为迎亲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，现在回去的路上也是很着急，要不然真的是要错过吉时了。沈飞的嫁妆准备的并不少，毕竟他自己卖药的钱，还有唐之玲给他的钱，还有国公府给他的聘礼，也都让沈飞给带了回来。所以送嫁妆的队伍还真是非常的长，也是非常的有排面的。沈飞现在就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，本来头顶的盘发就重，晃晃悠悠的一路还真有些累了。他在媒婆的牵引下，按照成亲的习惯，过5关斩6将的，终于熬到了唐国公和唐夫人跟前。沈飞整个人都晕乎了，他按照流程，终于在听到送入洞房的时候松了一口气。他被丫鬟和嬷嬷领着回到了洞房，本来以为唐之玲会很晚回来，谁知道这时候门却被打开了。唐之玲，是你吗？来人没有回答，竟然也是一声不吭。沈飞有了下午在沈家的事情，心里也是有些不安，把红盖头撩了起来，就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来到新房？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标致的人呢，能把三表哥迷得团团转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沈飞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姑娘，还在猜测她的身份。这时候李嬷嬷却是抱着小福宝走了进来，小福宝此时眼泪汪汪的。哎，给表姑娘请安。李嬷嬷，你不是赎身出府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呀？老奴现在是三夫人的嬷嬷，这以后啊就在三夫人身边伺候了。李嬷嬷走进新房，把小福宝放在沈飞的怀中。江竹月走了过来，用手轻轻地戳了一下小福宝的脸蛋儿。呀，他的脸
好软啊！沈飞发现这小姑娘还真是多变。哎，她对我笑了耶！沈飞看到江竹月露出笑容，也是觉得这小丫头也没那么讨人厌了。她对你笑，就是喜欢你的意思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本来就很讨人喜欢。你刚来的时候好像是对我有意见，现在怎么又好了？当然是啊，我想嫁给三表哥，谁知道他竟然娶了你，你还带了一个孩子，我能不讨厌你吗？好，那你现在不讨厌我了吗？还讨厌呀，不过我喜欢你的孩子。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12岁了，过年就13岁了。那你和唐之灵的年纪差得太多了，不合适。是呢，谁说不是呢？三表哥就是太老了，都18岁了。唉，不过就算他年轻一点，我娘也不会同意的。他身体不好，我娘看不上他。不过我还是喜欢三表哥的脸，很冷酷，很英俊。沈飞还是觉得好笑，嘴角露出了笑容。你笑起来怎么有点像我的祖母呢？这小姑娘是说她长得老吗？真的有点像呢。你的眼睛和嘴巴都有点像。你的祖母是谁？我祖母就是靖王府的老王妃呀，我也是靖王的女儿。沈飞听到靖王府，心中一惊。他记得那日那个长得很像他娘的女子，好像是靖王妃啊。难道这小丫头是他的妹妹不成？那你在你们府里排行第几？沈飞开始盯着江竹月的脑袋瞧，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掉落的头发。他其实很想薅一根头发的，可是实在没有借口。我还有个姐姐叫江竹妃，不过她非常讨厌。你不喜欢你姐姐？不喜欢。谁说我一定要喜欢自己的亲姐姐的？唐之灵这时候被众人拥簇着进来。唐之灵这时候就是来掀盖头的，于是在喜婆的指导下，沈飞抱着小福宝和唐之灵完成后面的流程。他做完了这些之后，又被众人拥簇着离开了新房。二小姐，你在这里呀？王妃已经找你好久了，赶快跟我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找你。沈飞也罕见的依依不舍，主要是还有疑问没有解决。唐之灵被送回来的时候还是清醒的，都知道他从小身体不好，所以也没人敢灌他酒。沈飞这时候已经被小丫鬟卸掉了珠钗，现在一头长发直接披散在身后。唐之灵进来的时候看到沈飞这个样子，还有点惊讶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怎么不进来？我还没有洗漱呢，我去洗漱一番再回来。沈飞点头，他也不喜欢满身酒味的男人，太臭了。沈飞这时候抱着光屁股的小福宝，小福宝此时却是非常欢喜，小嘴里一直嗷嗷嗷的不停。小福宝到了新环境就很兴奋，所以现在也是精神的不得了。唐之灵洗漱之后也走了进来。三公子，小少爷老奴是不是要带走啊？不必了，李嬷嬷，换了新环境，小福宝应该会不习惯，都退下吧。在门外守着的下人也都默默地离开了。我的乖儿子。唐之灵抱起小福宝之后，看着沈飞，才觉得有点尴尬。要不我换个房间睡？你是想告诉全府我是个不受宠的新娘子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就在这屋子里睡，这个床有点小，咱们订一个大一点的床，到时候就咱们一家3口一起住在这里。好，咱们一家3口。唐之灵，我问你，江竹月你熟悉吗？那是姑姑家的女孩，姑姑是北静王的侧妃。怎么了？那丫头招着你了？也没有，就是觉得那个丫头挺好玩的，还有点可爱。有吗？那丫头有点缺心眼儿，说话又直。那北静王府是什么情况？你可以说一说吗？你怎么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啊？
今日那小姑娘说我长得像她祖母。你确定她不是在骂你？沈飞不确定了。她说我眼睛和嘴巴都比较像。你说说嘛，我很好奇。据我所知，北靖王现在是镇守北方。自从我爹被调回来之后，就是北靖王在北方镇守了。我姑姑唐荣是靖王的侧妃。那靖王妃呢？如今的靖王妃是靖王后娶的继妃。原来的靖王妃14年前难产去世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。14年前，还真是巧啊！沈飞经过江竹月的只言片语，已经有了想法。很多巧合碰在一起，就不是巧合了。不过，想要验证他的想法，只需要接近江竹月这个小姑娘就可以了。沈飞有了打算，也不缠着唐之灵，指使道：“你给小福宝把尿，然后咱们就睡觉了。”把尿？怎么把？你们都是男的，还需要我教你吗？你实在是太粗鲁了，什么话都说。这有什么呀？难道他有的你没有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睡觉前不把尿，这小子晚上会尿床的，到时候咱们俩都得挨验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唐之灵抱着小福宝，看到沈飞这样也没办法，只能把小福宝抱到偏房，找了公桶，费了好一番功夫，终于是把好了。唐之灵看到自己身上还有小福宝光溜溜的小腿上全是尿液，也是无奈的很。衣服是废了，不能穿了，还得洗个澡，要不然全是尿骚味。平安，叫热水送进来，顺便拿一件衣服放在浴桶旁。平安一听叫热水了，心里微松，都知道主子叫热水是什么意思。有的人家主子厉害的，一晚上叫水好几次呢。平安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热水，就等着主子要呢。平安飞快地提了热水送到偏房。唐之灵满身狼狈地抱着小福宝出现在沈飞面前。沈飞看到俩父子这么狼狈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唐之灵，你太菜了！在隔壁送水的平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三少夫人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竟然还敢嫌弃三公子。我这不是没有经验吗？一回生二回熟，以后多做就好了。平安听到这话，脸一下子就红了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哎呀，他还没有成亲呢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听。三公子，洗澡水好了，小的先告退了。平安急忙离开，顺便把房门紧紧地关上，不敢距离太近。唐之灵见沈飞没有搭把手的意思，把小福宝在浴桶里面涮了几下，感觉他腿上的尿已经没了，就直接把光溜溜的胖小子塞到了沈飞的被窝里。和你娘待着吧。哎呀，娘的好大儿啊！来，亲一个。唐之灵在偏房听到母子俩的互动，轻轻地勾起嘴角。唐之灵洗好了之后，换上了新的里衣，走到床边的时候，发现沈飞和小福宝俩人都睡着了。唐之灵也是很无奈，看到姿势一样的两个人，心中又莫名觉得温暖。沈飞这一觉睡得非常好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大一小两人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哎，进门第一天，是不是要敬茶呀？不急，才卯时。沈飞算了一下，也就是早上的6、7点钟。三公子，三少夫人醒了吗？我醒了。于是方姑姑带着4个小丫鬟走了进来，几个小丫鬟直接服侍沈飞起床。方姑姑，我以后起床都会是这样吗？夫人，是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说出来，我们改正。没有不满意的，你们很好，真的，以后就按照这个规格来就好了。沈飞来到古代这么久，这是第一次感觉是来对地方了，这服务水准太高了，就是穿衣服和穿鞋子都有人服侍，那在现代可是享受不到的。沈飞一家3口到正院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已经到了。老三，就等你们了，我们为了见你可是等了好久了。
是哥哥和嫂子们来早了。老三这小子成亲了，脾气还见长了呢，真是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呀。给父亲母亲请安。唐国公这时候特意仔细地看了沈飞一眼，虽然姿色不够艳丽，但是也不丑，看久了还挺耐看的。唐国公想到那个画像，非常不满意，看来得好好的敲打敲打了。好，敬茶吧。唐之陵拉着沈飞想要给唐国公跪下，直接被唐国公给制止了。老三，你和你媳妇儿就站着敬茶吧。唐之陵微愣，沈飞却是借着杆子往上爬，拿起一杯茶放在唐之陵手中，然后又拿着一杯在自己手中。父亲，请喝茶。下面的众人也都是吃惊的看着这样另类的敬茶方式。唐世子紧紧地攥紧椅子的扶手，父亲他也太重视老三了。唐国公和唐夫人都给沈飞和唐之陵2份红包，沈飞和唐之陵依次又给世子、世子夫人敬茶，也得到了2个小红包。二少夫人和唐二公子同世子他们一样，到了下面的弟妹就是沈飞给见面礼了。最后到了年纪最小的唐之锦。四弟，这是你的。这娘们儿唧唧的东西我可不要。唐之锦觉得沈飞别有目的，那时候和他套近乎，见他不上钩，转头就找了三哥。不要啊，那算了，还省下1份。不过我仔仔的见面礼你有准备吧？拿去吧，给他带着吧。沈飞没想到他还真准备了。那谢谢四弟了。既然你嫁到唐府，那你的孩子也就是唐府的孩子，这红包你拿着吧。多谢父亲。不是还有老夫人吗？咱们不用去看看她吗？祖母喜静，不喜欢见到咱们这些小辈，而且他老人家经常在佛堂念经。那老夫人的亲外孙女来的时候，她也不见吗？不会。江竹月来的时候，祖母会见的。还真是区别对待呀。咱们每日都要去给母亲请安吗？不必，只需要初1和15去拜见母亲就好。那就好。我发现你们唐府的生活还不错呀。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还有，你以后出去要让明月跟着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如此便好。我还有事，要出去一趟。你能有什么事啊？我记得你没有差事啊。没有差事，这不是成家了吗？以后也不能闲着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三夫人，三少爷过去身体不好，很多事情都耽误了。现在我看他成亲了，这身体也好了，现在开始什么都不晚。沈飞点头，他的身体能不好吗？吃了我的药剂，药到病除的，身体倍儿棒。唐之陵没有去别的地方，而是直接来到了唐国公的书房。父亲，孩儿找你有事。你来找为父是有事相求？父亲，孩儿已成亲，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松散了。孩儿希望可以找一份差事做，还请父亲帮忙。灵儿，你怎么想起来要出去做事啊？你的身体也不好，还是在家里好好的养着吧。父亲，孩儿的身体已经好了，而且孩儿已经长大了，如今又成了亲，也该为以后考虑了。你这身体全好了？是的，父亲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再找个大夫给你把把脉。有劳父亲了。很快，经常给唐府众人看病的大夫就被请了上来。大夫啊，给老三看看，他的身体是否都大好了？是国公爷。唐之陵直接把手伸出来让大夫把脉。老大夫一搭上唐之陵的脉搏，也是很惊奇。启禀国公爷，三公子的病真的全好了。早年因为早产亏损的根基也好了，现在这身体非常的健康。
好，真是太好了。阿三呐，你是不是有奇遇啊？这为父还真是不敢相信。哦，可能是孩儿的药吃多了，某种药物之间起反应了吧？也不是不可能，药物之间也是很奇妙的。要知道，就是砒霜那种毒药，用好了也是解药呢。是，老大夫说的对。灵儿，既然你身体没毛病了，我看能不能给你捐一个官儿？不过你学问尚浅，可能不是重要的官职。无妨，父亲，只要有事做就好。好，那你等我的消息吧。谢父亲。微臣拜见皇上。起来吧，不知唐国公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？或者我家老三想要讨一份差事做，微臣实在是拿不定主意呀。他怎么想起要找差事做了？老三说他已经成亲了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事事了，就想让我给他捐一个官职。皇上也在沉思，在想给唐之灵什么官职好一些。他也是今年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弟弟，这个弟弟非常特殊，是养在国公府的孩子。因为这个弟弟的身份并不光彩，在他登基之前，老皇帝在临终之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，让他照顾这个弟弟。原来唐之灵的母亲曾经是唐国公在北地纳的妾室，那个女人是边境女子，长相貌美，被人送给了唐国公。唐国公也很满意，就收下来当了妾室。唐国公还没享受多久，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，就急匆匆地去抗敌了。北方战事严峻，焦灼了几个月还没有停止。最后老皇帝带着大军亲临，给唐国公增援。阴差阳错之下，那名美貌的女子服侍了皇上，并且有了龙种。这如果是普通的女子，皇上也就收进后宫了。可是这名女子是唐国公的妾室，那就难办了，这也算是个丑闻了。毕竟唐国公在前线打仗，老皇帝睡了臣子的女人，这说出去就太丢脸了。老皇帝也觉得没脸，就直接溜了。等唐国公把敌军的残余势力清扫干净，又是几个月了。回来之后，那名妾室肚子已经老大了，唐国公也是很恼怒。最后知道实情，也只能偃旗息鼓，他没有权利处理这个孩子，只能是把消息禀报给老皇上。最终决定这个孩子就养在国公府了。那他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6部里面的？老三的学识还有欠缺，老臣觉得还是给他选一个安全一些的职位。老臣觉得工部比较合适。哦，爱卿觉得什么职位合适啊？启禀皇上，微臣觉得可以考虑屯田司。皇上也很满意。屯田司不错，主要参掌屯田、营田、直分田等事务。好，那就安排三公子去屯田司吧。职位是员外郎，正7品。微臣领旨。李嬷嬷，这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吗？是的，三夫人，这边的箱子里是我们给你准备的嫁妆，这里面是布料，这些呢是首饰。唐之灵送来的聘礼呢？三夫人，少爷给的聘礼在另一个屋子。走，咱们过去看一看。沈妃对照单子上的东西，发现一件不少，也满意了。看来没有人做过手脚。李嬷嬷，我们房间的床有些小，咱们再订一个大一点的吧。好的，三夫人。三夫人，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咱们院子里的丫鬟和婆子。好，奴婢彩琴见过夫人。沈妃仔细地端详几人，发现这几人的容貌还真不错。好，都起来吧。三夫人啊，这4位呢都是您的大丫鬟，剩下的这些是出使丫鬟和打扫的婆子。
其实沈飞在知道这些下人中，只有方姑姑和平安两人是老人，其他的都是新调过来的人之后，心里就有数了。这些小丫鬟里，或许有唐夫人安插在他们这里的眼线。好了，你们以后就是三房的人了。我这个人非常非常随和，一般是不会发脾气的，除非你们是做了什么被主的事情，那我可就不会客气。以后有什么事，直接禀报到李嬷嬷这里。李嬷嬷不在，就去找方姑姑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们下去做事吧。明月，你去长安县衙打听一下，孙家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是，三少夫人。唐之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，咱们进去谈。哦，咱们上3楼。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还这么谨慎？你是不是又从沈飞那里买药了？哦，他和你说了？不过也对，你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他自然会告诉你的。宋燕揶揄唐之琳，我都没想到你俩会走到一起。我说老唐，你可真不够意思，明知道我在找他，你还藏着掖着不告诉我，你小子太狡猾了。你不是也告诉我那药剂没有了吗？然后你们家自己就留了2支。那不是不够了吗？说吧，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？宋燕，这药的神奇之处，我相信你也清楚。我希望你能保密，不要把沈飞卖你药的事情泄露出去。是有什么不对吗？还是你听到了什么风声？宋燕这次收上来的10个药丸，自然不会轻易出手的。这可是保命的药，而且这一次买药的钱是他表哥花的。当初被宋燕吃了1颗，就剩下了9颗。他表哥只给他留了3颗药，剩下的都拿走了。他留着这几颗药，也是为了自己做研究呢。这药沈飞那里也没有了，相信他也和你说了吧？是，我清楚。那么其余的药，你们也不能暴露出来。怀璧其罪的道理，我相信你是懂的。你们宋家本来就是医药世家，有了这么好的药，长安城的权贵人家可不少，到时候都来找你们家买，你们又拿不出，可怎么办呢？宋燕自然明白这个道理，她现在就在研究，想要知道这个药的构成。唐之琳，你放心，这个道理我是懂的，我会再去买，也是想要研究一下。那就好。我那个嫡母听了你母亲怀孕的事，我那2个哥哥至今没有子嗣，他或许会找上你们宋家。宋燕心里一惊，他们宋家只有他父亲是个5品的太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唐之琳离开之后，宋燕直接坐车去了柳家，想找柳君寒说一下药物流出去的危害。表哥，那药不能卖出去了，咱们要从长计议呀。哦，什么药啊？就是咱们花大价钱买来的药呀，你不会都卖出去了吧？哦，你说那个呀，没卖出去，都吃了。吃了？谁吃了？当然是我一家6口人呢。都吃了？你不是说还想卖大价钱的吗？表弟，道理我都懂。那日我看你吃了的药丸，竟可以治疗剧毒，我当时就心动了。那么好的药，怎么能便宜了别人呢？当然是自家人享用的。哎呀，赚钱嘛，办法我多的是。表哥，还是你高呀？那当然。不过表弟啊，你怎么想起找我问药的事情呢？宋燕把唐之琳找他的事情和柳君寒说了一遍。